色声香味触啊，六尘的最后一个，因为眼耳鼻舌身它没有藏意念的地方，咱目睭看咧要教啥人？目睭看要教啥人？甲咱记的，是不是意念？意念就是个啦，第六个六根的第六个就是意念。耳朵听了以后啊，所以我听到什么，嘛爱甲它记的迄就是我那教第六个意念。意念伊要收集这你目睭看耳孔，鼻孔闻到，嘴食身体感觉，遐叫做华。所以这个第六层的第六个那个华，它的范围很小，只有我们那个五根肉屑的影子，伫迄个意念的内底，叫做华，安尼知无？因为我们比较少接近这方面的知识啦，所以唔知影。即马咱就知影讲，目睭伊无藏意的地方，目睭看看的伊虽放了了，都要咱的第六个意念该记咧。即马第六个意念记咧，迄变做影，一个影啦，有你有教我你看到你有教我你听到你有教我你闻到味你有教我迄什么味恁搁来中间我会甲伊显出来你会知影讲迄就是什么味那个华，它的华的就只有这样，就是影子所以佛就讲法尘分别影视，就是我们交给那个意念去管辖，你给它顾咧。我看到，我听到，我闻到，我食到，我身躯感觉到，知觉到，你拢给我记记的，迄叫做华，安尼知无？所以我们了解佛就讲，你若内守悠闲就必做法尘分别影视啦。敢若像咱的意念伫咧记讲，咱看到、听到、闻到、食到，身躯感觉到，敢若迄款代志安尼尔啦。安尼范围是不是真矮？对不对？所以我们假如说没有这个沾到上天大概普渡没有遇到我们的佛老师掌道盘，我们就没有办法研究这么深入这么透彻，都唔知即马咱就是讲爱了解爱研究。我非次女实为非心。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我唔是讲命令你执着讲这唔是心啦。但如一心但是你得爱伫迄个心微细揣摩，得爱微细真详细来解揣摩，肉里前尘有分别性即真如心。已经离开，已经离开眼前凡尘的景象，它还有了了分明的那个知觉性，分别性就是了了分明啦，了了分明知觉性，离开凡尘的那个景象，已经都没有景象，要个无即真如心，那个才是真正的你的真心啦。讲了有清楚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佛在讲，他也不会含混因为那个妄的话，离尘就无体了啦，这个离尘有体就是真心，离开凡尘它还有体，就是真心，这样知道吗？我们在凡尘看到万象，看到万事。那离开万象，离开万事呢？我们那个了了分明的那个职业性是不是还很清晰？对不对？那个就是真心因为它不管你用，不管你不用，它都在，不会说离开凡尘就没有了
哦，假如说离开凡尘就没有了，找不回来，那个叫妄心。哦，不真，那个就不要。哦，那个生灭的。哦，生灭的我们不要，我们要呢。哦，不生不灭。若分别性啊，哦，离尘无体。假如说我们了了分明的那个分别性，离开凡尘已经没有了，都无去啊。刚才像咱拄则咧讲迄个孤独，摔破，迄个要爱的心都无去啊，找过较济嘛找袂转来，那个叫离尘无体啦，这样了解吗？所以啊，我就讲师则前尘啊，分别影视，假如说离尘无体，离开凡尘啊，它就没有了，那个就是显现在眼前凡尘的景象。我们呢从那个景象去分别它里面那个影子的事情，影刚才一个影安尼呢，过去就无去啊。那么尘非常住啊，那个尘凡尘的景象，它不是常住啊。咱凡尘所有的看会到的物件伊拢寿命真短。以今来讲呢，拢100年为准，100年。像水泥的寿命就是100年，经过100年它就风化，就腐起来了。你甲摸伊就腐起啊。迄个钢筋100年伊生鲜，就你甲压，本来足硬你这么个压就变嫩嫩。之前不是有很多桥梁，那个钢筋都跑出来对不？咱去甲伊摸迄钢筋拢剥落，就是它有现象能够呈现都不久，所以叫尘非常住不是常住的。它呢都一直在变化，他说一直变化的东西都不真所以都叫妄，这样了解吗？尤其我们身体可以支撑多久？100年，到100年就不错了长寿了。到100年的时候各位姐姐，我们的生活怎么样？我们都100岁的时候，这个耳朵听不太见，这个眼睛视茫茫，然后走路呢走得很慢，这样好不好？不好，不要吃几回。所以活着的时候就是要好好利用，对不对？听后迄句无咱用迄位要吃一水饭就安尼冒几步，很困难的活的真的是不知道是痛苦呢还是享受。人讲你好命吃到100岁，伊咧想讲我咧拖命真艰苦。所以我就讲这个尘非常住，若变灭时它会变化然后消灭。那么此心呢，则同龟毛兔角。咱的心就闭着骨毛，龟没有毛，兔也没有角了，那个只有名称而已，没有实在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心呢变成不见了。那么则如法身呢，同断灭。断灭了其谁修正无生法忍？那谁要来修呢？修到能够成道成佛。那因为要这个留半个小时大家都不踊跃发问，所以或许呢就说留10分钟就好。那现在剩下9分钟了。再不踊跃问以后我们就干脆讲到下课。剩下9分钟有没有要问的？好，请说。好，请说。
接着说是动机啊，那其中动机我们都会在心理治疗角度来了解。好，因为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以为说静我们现在这个身心不动说静下来，静下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时间是不是一分一秒一秒一分一直在行动？地球你看是不是一直在运转？有没有？可是呢，我们跟随着天地我们跟随天地的动，我们呢不自己自己产生动，因为我们假如说这个时候来动，就跟天地的动相反相违背，所以我们呢跟天地一样的动，就是静下来。静下来的时候各位就可以了解说，我们是不是动则静之机？了解意思了吗？地球会使转拢卖洗袂？地球若卖洗，敢若咱一桶水咧洗水拢袂落来，对无？你桶水若卖甲叮当的时阵，伊会安那倒了对无？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动之中你全部的保持跟它一样的动，你就是静所以那个动则静之机，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万物一直在生长，我们人各位可以了解到，咱是安那会安尼为囡仔就变大人，为大人就变老，有没有在动？咱拢点对不？我们都静态可是它一直在变化，有没有？所以我们你看那个动，就是我们静的基本。不变化的话，小孩子不会长大；不变化的话，我们不会老；不变化的话，我们不会死。是不是一切都在动？那我们跟随着天地这样运转的时候我们就是要静。静的时候才能够了解到天地整个都在运作，都在动。所以动则静之机。你了解不？很不容易了解就拢我静悄悄，无咧叮当有叮当无？就是有，这样了解吗？还有吗？还有5分去5分了。好，请说。就让你请教那个中医生跟逝者它的关系。逝者中医生跟什么？逝神对。好，请说。那个中阴身就是我们已经呢这个身体不给我们用了，然后我们一口气不来，一口气不来的时候我们就走入中阴身了，就是还没有到阴间，他也没有上天堂，也不在凡尘，那个叫中阴身。那我们要了解说中阴身跟我们在凡尘的那个修养很有关系因为中阴身大部分它能够支撑到49天。那49天呢，假如说我们在凡尘有修道，然后有行善，49天的时候还可以由我们自己的意志来指挥这个中阴身的行动。那假如说都不相信我们有佛性，他也不行善，那他的中阴身在他断气了以后，没有几个小时就马上没有办法来指挥他的中阴身。所以我们呢，就是假如说有我们的亲人已经呢过往了一口气不来的那个时候我们要了解说他的那个第8阿赖耶识那个中阴身都还没有离开身体，
都还在，只是啊他不能动了，可是他都还能够了了分明。那祖先咧争财产啦，祖孙咧考啦，咧讲什么话，伊拢知影，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反应啦。那到晚上的时候啊，小孩子睡觉那个中阴身啊会去照顾小孩子，小孩子他会看到，长辈啊，回来这个照顾他们。可是我们大人因为精神外放。很厉害啦，我们很少说都回光返照，照顾自己呀，不生不灭佛性，所以那个中阴身的活动，我们大部分都不知不觉。那假如说我们在修持方面比较用心努力，都能够回光返照，那中阴身的那个动态，我们会感应，会知道它的活动，可是呢，毕竟也是很短暂的，它要归位，看它完成所作所为是要归哪里，它会归位，那个最久都是49天，那之后就看它所作所为的变化，那一直到它在比如说天堂享福，地狱受罪，到的时候啊。他又要来投胎转世，那么要来投胎转世那一段也叫中阴身。那个一投胎来的时候啊，就是要跟他有缘分的，有缘分呢就有亮光。那假如说没有缘分啊，大地啊就好像那个黑墨水，黑漆漆的啦，黑漆漆的它的中阴身啊，它就不会去依附，那看到亮光就是跟他有因缘，有那个因果关系啊，他就会从那个亮光里面就一直追那个亮光，那个时候啊，就是他的父母亲在做爱，所以他就投入以后啊就怀孕了，就是他已经进入了。借着他父亲的精子进入母亲的那个腹中，已经怀孕了，那个也是中阴身，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断气了以后的中阴身，跟来投胎的中阴身啊，它是一样的。可是投胎那个是已经他已经受完他应该受的罪过，或是享完他享的福报，都已经完了，然后才来，又来完成了，又来示现，又来呈现再完成，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因都蛮多了，会结成一家人都有因缘，所以一定呢我们都要去改变它。来有善缘有恶缘呐，有的劫是恶缘，有劫是善缘，那怎么看呢？看他一出生了以后啊，一直要我们用心，一直要我们用钱，他是来讨债。那他来的时候，我们做什么事业，我们做什么事都很顺，他是来还债，是不是很容易去体会？只是我们都没有去想到这样了，没安尼去体会，所以就不知不觉认为说我生出来的我的囝我的财产是吗？生出来是不是咱的财产？不是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一定呢来了，假如说是来讨债的，我们也要欢喜心啦。半暝爱抱去先关了紧抱。若咧哭会吵到别人了，紧甲伊抱起来摇，然后去外口行，不是时常遇到吗？有没有？那个你就是要欢喜心，感念受，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先生，大家好。谢谢占道天师德老先生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先贤给获学机会学讲。
我们呢这个讲到第几页了？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其随修正啊，无生法忍，对不对？我们讲到这边，因为阿难呢怀疑他的日常所用的心啊，都被呢释迦牟尼佛破吃掉，就说那个不是，所以阿难呢就很恐慌，惶恐。说这样的话我就没心了，他说我跟他讲，说呢你用的心啊，就是生灭无常变化，那尘呢它不是永远都不变常住的，那假如说尘已经变化了，那谁要来修正啊？这个无生法忍，这个无生啊就是没有生。那没有生就没有灭，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叫做无生法。那人呢是安住不动，我们在无生法已经安住不动，叫做得到无生法忍。那无生法忍一得到以后，就进入阿罗汉，然后呢接着进入菩萨，一直到佛，全部都有得到了无生法忍，所以这个是最基本的无生法。那我们在做呢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呢，就是要进入无生法，那个能够让我们这个很实际的体会完成的所有万象万事，那个灵知的作用就是我们真心，也就是呢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可是我们因为平常对这个凡尘的事项都太注重，被呢凡尘引诱，那凡尘引诱了以后我们对我们自己本身那个灵知那个真心都忽略，就呢不感觉到它存在。那因为不感觉到它存在，都注重在身体，所以我们研究这个楞严经，就是要把这个关系厘清。身体是天地的物质，水有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一定要还给天地而且水有风土没有知觉性，它呢无知的东西那我们的佛性是没有形象，没有形象呢不容易我们去把握，我们去依赖。那现在我们研究就是要把这个不生不灭的那个灵知全部都呈现所以我们这个上几个礼拜都一直在讲这方面。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有生灭有不生不灭，可是我们对生灭都很注重，对不生不灭因为没有形象都看清了。那我们最大的那个错觉错误所在，就是认为佛性是在身上，这个是所有我们落入凡尘现象，所有众生共同的认识，都说呢佛性在身上，然后我们到哪个地方去就把佛性带去这个也是最大的错误的见解。要了解说我们佛性它是常住不迁，没有搬家了没有来来去去它都永远常在，没有来也没有去，如如不动。我们对这个如如不动的那个佛性本体或许以前都用照相机的原理来说，说我们有玩过相机的人都知道，按快门的一刹那绝对不能晃动，我们的手一晃动照出来的影片那个相片会模糊不清，那可见假如说
佛性是在我们玄关，是在我们头上，那我们头一直在转动，那看到的影像都模糊不清。那不会啊，我们头转动得很快，影像也看得非常清晰。那为什么呢？因为佛性本体如如不动。那我们已经先把它确定，佛性常住不迁，如如不动。那这样呢，已经确定了以后，我们再来研究心理心法，很容易进入状况。身体是天地的物质，不管再怎么养生不管你再怎么照顾一定要还给天地。纵然我们多活个1倍我们现在是100岁，活到200岁，会不会死啊？会，一定会死那死了以后就还给天地。我们身体所有风土还给天地。那我们佛性要还给谁我们佛性不用还就是我们当家做主。所以现在我们把它启发了那个就是成佛的那个最重要的因。找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本体就是成佛的最重要的因。那我们因果同时你找到了不生不灭的真心就已经成就到达不生不灭佛的果位。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就是要了解到我们本来都是佛。那为什么没有成佛呢？被我们自己不正确的见解障碍，我们的观念不正确把外相外面的形象都当成真不知道说外面的形象都是假，因为它无常变化我们看到了以后它很快又不一样的那个景象呈现。那我们住相还住在旧的那个记忆里面，可是真正的外面的环境已经都改变了。我们没有了解到这一层，所以呢，我们就被现象迷惑。那起惑就造业，因业就受苦，就这样没完没了了。所以6道轮回。刚才呢，我们唱那个歌或者就讲说，我们佛老师把凡尘所有的道理都浓缩在这一首歌里面。所以深信深深的相信我们的生命可以留下累劫累世的记忆。累劫就是缘会，累世呢就是6道轮回。那各位有没有对缘会对6道轮回留下记忆都没有了，因为我们从第10殿出来的时候经过孟婆庄让我们喝了忘魂汤，都把以前的忘光光了啦，然后才来完成降世。降世了以后重新来重新呢再这个过一生，就这样呢分段生死。那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一降生了以后就有它的那个因果牵续会有什么因就呈现什么果报。有的一出生了以后人家呵护着长大。那有的一出生这个地下爬，像不像孩子的你给在的家，这个没有父母亲主导，没有父母亲没有时间照顾他。那有的那个人家呵护而且你生出来几十个在顾，有好命无？咱哪会无安尼？我们就是没有种那个因那个福报的因我们没有种，所以就没有办法享受人家呵护的那种环境。可是完全都是相对从小都一直呵护长大，到长大以后连穿个鞋子都不会，穿个衣服也不会，这样好不好？变成什么木偶人，对不对？红行咧佚佗的长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上天给我们在凡尘磨练的机会，所以遇到挫折，遇到不如意不要难过，要感谢，感谢上天成就，感谢上天让我们坚强，让我们独立，这个是最好的。那最重要一定人生的方向要正确。像以往的这一些圣贤，他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拒绝邪，为万事开太平。我们现在哪一个众生有这样的心胸？都没有。照顾自己都袂负还照顾别人，是不是这样？自私自利的结果就是一定溜到轮回之中。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是千千万万年，是亿万年的都存在，不生不灭。那我们溜到轮回太久了，就每况愈下，越来就越不理想，也不想追求，就得过就且过，很快一转眼一生就过去了，对不对？要把握我们要把握所以我们这一段期间所讲的，就把我们在生活之中什么是生灭，什么是不生不灭，都讲清楚说明白。各位回去有没有在听有没有很这个详细的知道了？因为要做就是要知道知道真理了才知道怎么做，怎么做不会造业，怎么做能够很快乐。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只要我们没有三心就没有四相，没有三心四相，当下圆满佛性都呈现。那整个都呈现了，我们没有一些杂思，那一些杂思就是烦恼的来源。我们为什么烦恼？就是因为念头太多。那为什么起心动念？因为我们没有回光返照，没有照顾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才起心动念。谢谢你里面不是那个心念的累积有没有？那个就是讲我们六道轮回的因种子。那假如说我们心念都不累积，没有心念完全都是正念就像释迦牟尼佛讲十方如来同一道处理生死皆以直心都是用直心那个全部都是真心，没有起心动念直心我们就是了解到当下那个呈现的那个灵知的那个就是我们的真心。所以刚开始或许也没有把那个生灭的心跟不生不灭的心详细加以解说，因为那个阶段还不适合一解说了反而迷糊了。那到这个时间我们都研究2年多了，对不对？或许很赞叹我们这边那个很不错，就是跟得上进度，大家都能够了解说在讲的是讲什么在真理方面是阐释哪个方向都能够稍微了解那我们一定要更深入从直心，然后身心，然后大悲心大悲心也就是菩提心所以我们要了解全部都是用真心。所以以往我们有讲过即心即佛那个即心即佛，那个心不是我们日常用的生灭心，是不生不灭的真心是直心。那直心在第8代西方第8代祖师马明菩萨有造一本《大圣起信论》他就详细解说说直心就是我们正念真如。那正念就是没有念有念就叫邪念。为什么叫邪？因为念会变化，所以不正叫邪念。那我们正念都没有念，那没有念的念就是正念。那正念
把它呢这个一延伸啊，就是进入啊佛知啊那个佛见，佛的知见啊。那我们每一位呢都是佛，我们都有佛的知见啊，因为我们起心动念，所以佛的知见啊都没有呈现，不知道。那不知道的话呢，我们在日常生活起的念头啊，都是私心、自私的心呐，那都有企图。所以用呢，我们就用心意，用心意识的结果啊，就是勾心斗角，就是怕吃亏啦。那我们要了解，我们越怕吃亏啊，越吃亏，害自己啊，六道轮回。那我们都能够去接受吃亏，吃亏就是占便宜，能够让我们恢复啊，我们整个浩然正气。那浩然正气啊，跟天地是一样的，相同的。那天地之气啊，在我们这个身上，我们就可以发挥。那发挥出来呢，我们就是了解力量啊，无量无边，很大。那个发挥出来的力道非常大。我们就是要自己勉励啦。这一种心性的修持啊，都不是要求别人，而是要求自己啦。要求我们自己那个脾气毛病啊，都能够改掉。各位有没有脾气毛病啊？我们都会知道自己有，因为都有情绪上的起伏啊。那我们了解说，修道啊不能落入情绪，一有情绪绝对不讲道理呀。那不讲道理了我们就会胡作非为，就已经都错了。他源头开始就错了，尾巴更错得厉害。他自己就不管3七21啊，被吃苦就来个。真正的在受苦的时候啊，又怨天尤人，讲那不是别人在吃苦，那是我。所以就这样子恶性循环。那我们研究就是要透彻知道，知道说我们该努力的方向，就是明心见性。现在明了没有啊？我们不是一直在讲嘛，生灭的心跟不生不灭的心，那我们明心，因为心明啊，因果不灭，不会迷灭因果，就不会造业。然后见性啊，就成佛无疑，不用怀疑，绝对成佛。因为呢，那个性啊，就是佛的那个种子因子。所以我们一定呢，在这个方向一定要努力的。剩下完成事就让它过就好了。完成不是污垢吗？对不对？那我们我们佛性假如说沾满了污垢，可以成佛吗？成不了的。所以啊，我们就把完成事啊，都放到背后备成，然后呢和解。我们现在是什么啊？被觉合成，对不对？把觉性放到背后去了，把那个完成事啊，拿到胸前来，非常计较，所以颠倒。我都说我们众生啊，颠倒，就是在这里，该注重的都不注重了，不要注重的我们很在意，有没有这样啊？不是咱的代志，安尼甲人钱啊，阿妈紧大细条，有无？是不是真讲？家己佫讲真巧对不对？都不承认说自己很笨所以一定要知道说，你计较完成事，再怎么得意啊，那个都是在完成在苦海之中。你心能够明了，性能够见了，明心见性，就可以脱离这个苦海，脱离六道轮回，真正的能够回归本位，都是佛，已经到佛的地位。所以或许这个看那个美国地理频道，它在播放2012 12月大概26。不是有那个行星啊，它会跟我们地球非常接近，
因为那个接近的力道很强，会使我们地球啊失掉平衡，然后大楼啊都会倒，然后火山爆发，然后整个人类啊遭难。各位有没有看到啊？有的有，有的没有了。不过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警惕呀，说离12月26号还多久？现在是民国100年的最后一天了，然后2012的12月26都要过12个月啦，过26天。各位先生，假如啊，我们还有12个月又26天可以活，我们要怎么生活啊？11个月，只有11个月可以活，那我们要怎么活啊？花天酒地，才不枉费此生啊！不是很多人都抱这个态度吗？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找自己麻烦。假如说我们已经能够这个水有风土归水有风土，灵知呢归灵知，那我们就超出现象，已经超越所有的现象，现象的灾难都达不到我们佛性本体。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地球这么的安稳，就是因为很多修正者都在护持，他都呢保护众生安居乐业，我们才这么平安。稍微动一下，你看都7级8级，7、8级的地震厉不厉害？很厉害可是那个在整个宇宙在整个行星来讲，那个7、8级的地震算什么？很微细的微动，对不对？迄规粒拢拖咧响也个无算什么啦。7、8级咧讲都无够看。可是咱众生未堪的啦，未堪的规粒地球摕来闪。吓一个咱拢无了了对不？对不对？我们没有那个能耐说超出现象。可是我们修道呢就有努力的把这个整个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都能够抽离现象，就是弃生灭守真常。现象都是生灭，所以我们去掉不重视它。那真常就是没有形象，可是了了分明。我们佛性就是了了分明，非常这个清楚的让我们都能够去感受，那个感受的那个强度在我们的修持来讲，越努力感受就越强。那越强呢，起步的时候我们那个第六感特别敏锐。那个是佛性功能作用的一些显现，很敏锐。今天会遇到什么人，会遇到什么事事先都有一个知觉。当然我们不炫耀，也不去推广那个了，那个是自然从佛性里面呈现。那我们要了解说，整个天地现象，整个天地的事情全部都是从我们佛性本体生发出来。那既然是我们自己的佛性生发，我们怎么不知道？就是因为我们注意的那个方向，注意力用错了。假如说我们注意力全部都用在我们佛性本体，那佛性本体发生什么事知不知道？一定知道。在我们自己身上这个发生问题，自己知不知道？一定知道。一定会有征兆会知道。那我们为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我们都没有回光返照，没有去照顾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才不知道。
那现在呢，我们就是已经找对方向，要努力走入修道的道路，真正的明心见性，见性就可以成佛啊！或许还发愿蛮大的，还许各位说，要呢只要你努力的听，努力做一定成佛，有没有？所以想一想说，还是要再来啊。所以保持说慢慢没关系，不用急，吃电动包啊。然后我们呢，了解那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呢，那个尘凡尘它都是会这个变化，所以假如说变化的时候我们没有找到明心见性那我们的心性就像龟毛兔角，都拢无去啦，无去想要来修，想要修成佛都无所以其水修正了无生法忍。那么即使阿难这个时候呢，这个阿难已知大众默然自失了，因为平常所依赖的那个心已经被佛破斥了，说那个不是，那个是尘有则有尘灭就跟着灭，那个不是我们的心，不是真心，所以不要去执着它。那我们在生活之中也是要这个样子，那个不是不变的真心呢，我们就随缘，随着现象的缘，事来呢则应，事去则静。就像我们之前讲那个我们那个舌头喙肌那个不变之体，那么可以随缘之用，就是呢吃土豆有土豆味，吃梅有梅味，吃甘蔗甘蔗味，吃米有米的味，吃饭有饭的味，对不？但是当我们吃完了又回归到喙肌本体，又呢不变之体，这样就了解意思了，对不对？不变之体它常在常住了，那个随缘之用是不是暂时只需要过时间了，对吧？当那个事情一过了以后就无去无去它就搁恢复到那个本体回来。所以我们在经典里面就会常看到那个不变之体曰寂，寂静的寂然后随缘之用曰照，那寂而常照，照而常寂，有没有？那我们在文字不太容易去了解，用比喻就很快那个不变之体就喙肌，然后随缘之用就是你吃啥变什么味出来，那个叫随缘之用。随缘之用当我们吃了味就无去对吧？无去是不是个归还到不变之体的喙肌倒转来，对不对？所以那个我们了解说寂而常照，常照就是没有把那个外面的所有一切拒绝拢无拒绝，它都让它呈现，呈现的时候那个叫随缘之用，寂而常照，那个照就是随缘之用。然后呢，我们用了以后照而常寂，又回到不变之体回来，还有了解不？这个北部前些有在讲，那有讲过又再讲，有讲过又再讲。我讲就是因为不容易了解，不容易了解，所以会一讲再讲。那真正的我们了解了，我们佛性呢，常住不迁，如如不动。都能够真正的体会进入了是不是我们那个真心跟外境都无关，对不对？真心灵敏灵知，然后外境变化无常，是不是它呢不会牵涉到我们。可是现在我们不研究的话它会牵涉到我们，牵动到我们神经我们会产生喜欢讨厌，
有喜欢讨厌啊，就有取舍，有取舍呢，就有动作，有动作呢，造业就形成。那业因已经形成了，果报在后面，是不是自作自受？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因为我们都不太容易啊，真正的去承认它，所以啊，要一讲再讲。那阿难呢，这个时候跟大众啊，默然，就是啊，心中已经呢了解说，自己不对啊，自己错了，把那个生命啊当成真心，生命心啊变化无常，他不知道呢，它变化无常，都把它当成呢，那个宝贝儿子啊在看待，他是一个贼呀，你给咱偷咱的宝贝，咱拢甲看这个宝贝啊囝。是不是这样？我们都认为啊，那个心啊，我们日常用的心啊，就是我们的真心。所以啊，是不是把贼当成宝贝儿子？对不对？我们都不认为那个是错了，不知道说这样不合真理，所以佛都一直在讲，说我们一定呢，要啊走入啊真理世界，走入啊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本体，这个才是重要所以阿难呢跟大众啊默然自失啊，已经失掉了那个依赖，平常的依赖已经撤除了，已经没有依赖了。那么佛告阿难，佛呢就跟阿难讲，世间一切啊知修学人，我们世间世呢就是啊过去现在未来，间呢就是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叫做间，世间。那世间一切的诸修学人，诸呢就是很多修学，要修道学习这一些人，现前啊虽成9次地定，显现在眼前，他虽然已经成就有9次的地定，也就是我们那个初禅、2禅、3禅、4禅，那个已经呢4个，然后再加上呢4空，那个色界的4禅，无色界的4空，就8个8定，那个定力啊，定力的修成，然后呢最后一个啊，昧受想定，那个是完成能够修最高的程度了，叫做9次地定，已经呢一个阶一个阶啊，有9个阶，9个阶级呀。这个可能我们平常也没有接触啊，也不太容易了解然后我们就知道说色界啊，我们开始啊，就有这个4禅，到达4禅的时候啊，我们了解说不用呼吸也不用吃饭就可以活下来，程度啊高不高？已经很高了然后呢，再上去到第5定的时候，已经没有形象，只有我们留下来的那个识，认识的识只有识，然后一直到第8最高的第9啊，昧受想，就是呢，我们的受跟我们的想都昧了，那个定啊是完成能够修最高的程度。那佛在讲，虽然已经成就了9次地定，可是呢还不能成道，还不能成佛所以不得落寂成阿罗汉。为什么呢？因为还在生灭之中虽然很高了，却是还在生灭之中，没有进入不生不灭。所以我们就要了解说进入不生不灭的重要性。那我们很容易做就是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就已经进入不生不灭的本体。可有没有体会之前我也没要回答我们要知道说不容易去领会说万念放下那个状态是什么样的状态
那我们研究这个楞严经，那我们上个礼拜跟上上个礼拜就有讲说那个释迦牟尼佛问阿难唯心与目今何所在？你都一样。那阿难有讲7个地方，对不对？那7个地方就是我们凡尘所有的境界，所有的境界就包括在这7个地方里面。那只要我们这7个地方全部都能够去掉，能够放下，那就已经到达万年，已经呢都放下了。就是妄已经尽了。那妄尽对了，就是要各位回答真贤啦。惊，各位都不敢讲妄尽就真贤。我们因为在妄之中，所以真呢才没有显现。那假如说我们真的妄都放下，真妄放了真就显。真显现出来了，就一念不生了。那个一念不生我们当下我们在当下就具备亿万年，这样了解吗？我们的当下现前的一念具备万万年，所有古跟今跟往后全部具备在当下。所以佛性圆满具足。我们之前不是也时常讲吗？有没有还记不记得？现前我们现前一念那个就已经全部那个所有那个十世古今不离当念，有没有？因为我们都有过去式，有现在式，有未来式。那过去式又有过去、现在、未来。现在呢又有过去、现在、未来。未来呢又有过去、现在、未来。那9个3世就已经形成9世了。再加上现前一念一世，就10世。那么10世古今，古时候跟现在不离当念，不离开我们当下的一个念头，所以一个念头具备万万年。只要我们不要有过去心，不要有未来心，不要有现在心，3心都没有，就没有4相。3心4相没有3世摄受我们不住。3世既然摄受我们不住我们就不用在现象来呈现我们的现象。这样了解意思吗？过去世摄受我们摄受我们不住了，可能 keep 不掉那现在世也摄受我们不住。为什么？因为我们说现在各位就可以想象，现在是不是已经够了？在现在是不是又够了？现在就够了，越调没调啦。所以我们了解说3世都摄受我们不住，可能keep 不掉。那既然3世都没有我们没有未来世，也没有过去世，那有6道轮回吗？就没有了啦。所以我们要脱离6道轮回，就是不要有3心。3心没有4相就没有。4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从文字比较不容易或者都会用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很容易知道的那个能手。所以我能看，我眼睛能够看，那个能够看就是我相一定有手看，手看就是人相。你手看差别重生，不是只有看一个景象，看很多很多就是众生相那我们连续不断的看，那个叫寿者相。这样4相就很容易知道
对不对？那我们只要肉入能手，我能听，能听的就是我相，一定有手听。那手听的声音啊，又都不一样，差别重生，那个叫众生相。然后呢，我们连续不断的听呢，叫做受者相。只要肉入能手，我能闻，我能吃，我能做，全部都是相，有没有？给予个最高品质。那我们要了解说，怎么样才没有思想？就是当下执行，就没有我了，也没有手，没有能手，事项都消失了。差别大不大？大哦，差别很小啊。为什么？心念，我们的心呐，假如说我们扫地是为了要给人家称赞，某某人会做过来的，那气扫地就给他里扫，这样的话事项就鲜明。你假如说这个是我生存的地方，我把它打扫干净了，是我分内中的事，就没有事项了。差别大不大？就是在心念，对不对？所以我们了解说，在凡尘啊，我们要走路那个直心，就是呢没有三心四相，没有三心四相就是直心，直心啊就可以啊这个离开苦海，同一道处理生死啊，同一个方法处理生死，皆以直心，就是用这个心，没有三心四相的心。你有更加了解无？做会到呗？会不会很困难？不会因为在心念之中一转念，甘愿做跟不甘愿做啦，有没有？咱若不甘愿做，三心四相鲜明呈现啦。咱若甘愿做拢无三心四相，安尼了解无？甘愿做甲唔甘愿做，边仔拢咧做，对无？要甘愿做也唔甘愿做。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只要落入我们这个情绪里面那个就不讲理了啦。再怎么样舒服的环境你都讨厌。那假如说我们已经就是在真理世界之中，再怎么苦的现象吃苦拢咧吃补，能体会吗？把那个吃苦当作吃补你就会做得很愉快所以就可以跟那个古时候这一些圣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起码我们也沾到一点，有没有？有没有沾到一点？我们能够沾到圣贤的一点这一些所说的内容内心高不高兴？就会很高兴，因为毕竟不自私啦，不是自私自利，就是要利益所有众生。那么皆由执此生死妄想误为真实。我们呢为什么已经到9次地定了还不能成阿罗汉？就是因为我们执着这个生死妄想，就是我们身体的那个生身体的死把它误为真实，是实在的我们凡人是不是都这样？拢认为讲安尼身躯的生身躯的死就是足实在不知道那个都是虚幻不实在所以佛会问我们说，我们生从何来？咱生为得来？死的时候又去哪里？
我们生从哪里来？所以那个答案就是无所从来啊，没有来的地方，然后死也没有去的地方。既然没有来的地方，也没有去的地方，就是常住不迁，拢无搬来搬去呀。既然常住不迁呢，就是在当下。所以当下我们没有生，也没有死啦。有生有死是现象，是缘际因缘际会才显现生相。因缘消失显现灭相，就有生灭。那假如说我们都已经走入真理世界，来没有来的地方，去也没有去的地方，好像那个舍利佛跟释迦牟尼佛在对打，说我们这个千年的暗示千年的暗示，他已经有千年都住在黑暗之中了，然后这个我们一灯能破，一灯能破千年暗示，然后佛就问舍利佛说，那个暗他甘不甘愿离去？甘不甘愿？他住了万年了，甘愿安尼走开也唔甘。舍利佛说：“你唔甘走嘛，无法度爱走，已经更来然后我就问舍利佛说：“那个暗他跑去哪里？”各位先生，那个暗千年的暗示的暗他跑去哪里？那一灯的光明从哪里来？所以我们就了解说他来没有来的地方，去没有去的地方，既然无来无去就是当下现成，都是如如不动所以我们要体会说，我们的佛性也就是如如不动，常住不迁，所以一定要它记起来，讲有来有去这个现象身躯来都生，去都死这种假，都是假象假，生无真正生，死无真正死，迄是迄个水火风土合作伙，做生，水火风土分开做死，生死生死。另外，跟咱佛性有关系无？拢无关系对吧？所以我们就了解说，佛性脱根脱尘，离缘独立，离开众缘，它独自存在，奥妙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透彻了解我们那个佛性本体，所以佛就讲，执此生死妄想误为真实，误会，误会讲迄是真实的，真是生真是死真实的。是故如今虽得多闻不成圣果，跟阿难讲，因为阿难他是好多闻，所有的这个修持法门他都要会所以好多闻。他虽然得到那个多闻的那个名声可是不成圣果，就是没有办法成道没有办法成佛。这个是佛跟阿难讲。那么阿难闻已重复悲泪，阿难听到以后他前面就哭过很多次了啦，这个地方又重复又悲泪又哭了所以我们大事未明如上考辟，然后大事已明也一样如上考辟就是好像死掉父母亲一样，那么伤心。那么五体投地这个五体就是我们两只手两只脚一根额头都呢这个卡着头卡啦
叫五体投地，那个就是最敬礼，礼呀，最敬的，那个礼呢是五体投地，然后呢长跪啊合掌，合摆佛眼，就跪在了这个地上呢，然后啊双掌合起来，向佛呢表白，那么自我从佛啊，发心出家，是佛威神啊，常自思维，无扰我修，那个啊，那个阿难呢，就是因为看到佛的形象那么好，就呢这个出家修道了，所以发心呢这个出家。那么藏士啊，克谁佛的威神，讲迄佛就是我的堂兄，是亲戚啦，加亲的亲家，所以藏士啊，佛的威神。那么常自思维啊，时常呢在想，这个就是起心动念啦，假如说前面加一个呢地，真谛的谛啊，谛思维，那个就正确的八正道里面。那只有思维的话，那就是第六的意识心啦，就是我们根尘相对所产生的那个思维。那么这个思维啊，它是变化，是生灭，所以都不真。然后阿难呢，常常都用这个心，常自思维，无扰我修啊，不用呢让我劳劳碌碌啊，去修道，将为如来啊会有三昧，因为啊如来就是他的堂兄，所以一定会给他呢正定，三昧就是正定啦，一定会好啊，伊把正定好啊。各位浅显，这个正定要自己修，还是可以给别人给呀？这个正定一定要自己修了。我们认识真理了以后啊，从佛性本体产生的定啊，那个定啊是最坚固的，那个容易定，行住坐卧呢都可以应用，应用到这个正定。那假如说我们是打坐来修的定，那个呢很难成啊，很快破坏，修了老半天，才能够没有心念。可是啊，只要有一些嘈杂的声音一出现以后啊，它的定力啊，差不多消失一半了。再嘈杂不差才会受气啊，对不对？所以难修，很难修，很容易破坏。我们凡尘的那个修的定呢，这个难修易坏。那我们佛性本身的定呢，就不会，本身所产生的定呢，纵然外面再怎么嘈杂，我们从佛性本身的发挥，那个行住坐卧啊，那个定力都有，不会受它影响。所以情绪啊，不会变得很坏。我们曾不曾经啊，那个发脾气，他怎么发的？不如意发，对不对？那个外境啊，我们看的不如意，然后都发脾气了。所以了解说，那个啊，就是我们没有从我们本性啊去修。他从本性去修的话，那一种脾气啊，他就无从发了，没脾气通发。各位有没有脾气呀？脾啊，都这样用了所以叫有脾气。那我们修的话呢，就把这一些啊，都去掉，在真理之中呢。没有那个事了，所以了解说，那个正定啊，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那我们从本源根源，从佛性本体，发挥出来，行住坐卧啊，都在定之中，全部啊，都能够呢，自己呀，了了分明，自己呀，心的走向。现在有没有对自己啊心的走向
了了分明，心咧想啥，心想要做啥，家己拢真清楚了解，有没有？有就很棒了哦。因为我们时常都不知道自己的心啊，在想什么，都不知不觉。然后阿难就讲，不知身心啊，本不相待。这个身心不会相待。这个肚子饿了要自己吃啊，自己去吃饭，对不对？不能说我腹肚足枵啊，你去代替我吃，加吃一碗，吃我的份啊，加吃一碗，等下才好我，没办法张到好，已经超越了装不下了，枵一个永远的枵，所以那个身心呢都不相待。那么失我本心啊，身虽出家，心不入道。失掉呢我的本心，也就是我们的真心呐，就是那个直心。失掉呢我们本心的话，身体啊虽然已经出家，可是心呐没有进入道了。所以心进入道才是重要。那个很重要。那这个心呢就要一定呢要认识。所以那个法龙讲的那个心啊，法龙的心就是真心啊，还记得吗？恰恰用心时啊，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当用恰恰无。那个都是真心呐。因为凡尘的生灭心呐，都已经没了，没有了，讲的全部都是真心呐。所以恰恰用心时，恰恰就是刚好了，刚好我们要用心的时候啊，恰恰无心用，刚好都生灭的心都已经没有了，没有无心的时候啊，那个真心就出来，就用真心了。所以无心恰恰用，无心的时候刚好给我们用，当用的时候啊，刚好没有生灭心。所以那个法龙那个讲的全部呢都是真心，那个心啊即心即佛，那个心啊无心就是道，安尼连贯的起来呗，可不可以？又是最高品质啊！我们这个工厂生产的产品啊，最理想。譬如穷子啊，舍父逃逝，好像那个孩子本来父亲很富有啦，可是他舍父逃逝啊，那个父亲要照顾他的他都没有得到。那么今日乃知呢，虽有多闻啊，若不修行，已不闻等。虽然知道很多的修持法门，假如说不实际去做的话，那么跟没有听到平等。那个等就是平等啦。拢同款，较无听到同款。所以有听到了，我们有听到上乘佛法，一定要去实践，实行，实际的去做，这样呢才能够得到利益。那假如说听了都不做，只有光听，那跟没有听是一样的。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就是要做，要做才实际啊，我们会改变。那么如人收拾啊，终不能保。这个实啊，就是要实际啊，这个手旁话牙低杯对不？巴肚才会饱，用讲会饱的。我吃满汉全席，吃几粒顿啊，会不会饱？不会还是空肚子所以一定要实际的去做去行持。那么阿难呢又讲，世尊，我等今者啊，二障所缠。二障呢就是那个烦恼障跟手知障。
那么烦恼障啊，就是事情啊，事情的障碍。那么所知障就是理呀，被理障碍了，所以两个，一个事障啊，一个理障，所以呢，二障啊，所缠绕，去互拔掉的啦，去互这两个给它拔掉的。良由不知啊，极常新鲜，就是我都唔知影迄个极常的新鲜呐，那个啊，那个极，我们刚才讲，不变之体啊，那个极，那个常就是常住不迁，不知道呢这个极常的新鲜，我们的心呐，那个如如不动，常住不迁，不知道。不知道呢，极常心性。那么唯愿如来啊，哀悯穷入，就是啊，希望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能够呢，哀悯，就是可怜，我都很穷，就是啊，没有法财呀，不知道方法，没有法财叫做穷，路啊，就是用无一块通看头啊，听得懂吗？那有一块通看头就是可以遮风避雨啊。路就是拢无通遮风避雨啦，或者路，知影无？咱拢有一块通看头对不？就是有房子住啊，有厝咧住啊，拢会遮风避雨，对不对？所以就没有路。有路的话，就是拢无啦，拢无一块通掠还要挨饿受冻，那个呢就是路。那么花妙明心啊，开我道眼，希望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能够呢，阐发，那个妙明心呐，开我道眼，所以我们了解那个阿难的这个要求啊，就是能够明心见性。那么即使如来从胸呢万字啊永施宝光，这个时候呢释迦牟尼佛就从胸膛胸膛那个万字那个是吉祥的意思的，那个字啊就是吉祥的意思。那么永施宝光就呢有这个光啊出现。那么其光呢广域啊就是非常亮，有百千色啊，有那么多的那个颜色。那么十方围城啊，普佛世界一时啊周遍，这个十方围城，一粒围城啊有一个国家啦，一个国度，所以呢那个普佛世界啊，普遍呢这个佛的世界啊，一时啊都周遍，全部呢都有这个宝光，然后呢遍灌呢十方所有宝刹，遍灌呢这个十方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十方所有的宝刹，就是所有的那个国土所在。那么知如来顶，就是所有的如来的头顶都有这个宝光。然后贤智阿难啊，集之大众，就表示啊，这个如来跟我们这个众生呢都是平等，宝光呢如来顶有，我们呢大众啊阿难的头顶也有一样，都一样。那告阿难也，释迦牟尼佛就跟阿难讲，说五今啊未如建呢大法床。现在呢，就是为你来建一个呢，大法床，就是啊，能够让所有众生啊，都能够进入啊无生法忍，都能够进入啊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那么意令十方一切众生呢，获妙为密性啊，净明心，所以不只有是阿难得到利益。也要令呢，这个十方一切的众生啊，能够获得啊妙为密性，妙啊净明心，所以那个妙是灌下来，
两个呢都有妙微密性跟妙净明心，然后得到呢清净眼，所以阿难那个所求啊，佛都那个答应他。然后呢，接着底下呢，佛就讲说阿难，汝先答我见光明权呐，你要先回答我的问题。我所呈现的这个光明权，此前光明啊，因何所有，允何成全？所以这个问题叫阿难呢事先呢要回答。所以你看到我这个光明权此前的光明是因何所有？为什么有光明？那么允何成全？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拳头？那么阿难呢就回答：有佛前提阎浮檀金续如宝山呐。这个佛的这个身呢，就是阎浮檀金色，那么续就是大红色好像这个宝山，清净手身故有光明，就是那个来源非常清净，才有呈现的这个光明。我使眼观，我实在呢是眼睛看到。无人指端，就是呢，我去征讨安尼，屈沃世人故有全相，改安呢合起来，做拳头，所以这个拳的形象还有的呈现。那么佛告阿难，佛呢就跟阿难这个讲。如来呢，今日实言告汝，知有智者要以比喻而得开悟。这个佛跟阿难讲说，如来今日实在的语言来告诉你，知有智者呢，就是很多有智慧的人要以比喻而得开悟，从比喻里面来了解到那个真理所在，能够呢领悟。阿难，譬如我拳肉无我手，不成我拳。所以现在把那个范围就讲到呢手上的拳头来。说比如我拳，我这个拳头，假如说我没有手的话，就不成我拳，我就呢没有拳头。若无汝眼不成汝见，以汝眼根呢立我前里其余君否？假如说呢没有你的眼睛就不成汝见，你若无目睭就无看以你的眼根来跟我的前头相比较，那么义理有没有平均？是不是一样的义理？那么阿难就回答说：唯然是真。说对，就是这样。既无我言不成我见。我若无目睭，我就无看。以我的眼根立如来前，事跟义相类。就是这个义理跟事情它是一样的。那无我的目睭我就无看。那迄个这个如来若无这个手就无这个棍合起来迄个手那个拳头就不见。那么佛告阿难，佛呢跟阿难讲，如言相类是亦不然。你讲安尼同款目睭呢甲手的拳头迄个义理同款真理是义就是在真理方面，不然不是这样不是呢跟你所讲的是一样。何以故？为什么呢？如无所人前毕竟昧。这个佛就讲说，没有手的人他毕竟那个拳头没办法呈现，所以无手人拳就毕竟昧。彼无言者
那个没有眼睛的挥剑啊前路，讲伊无目睭暗是无看啦，所以这个无目睭有看的这个导致我们凡尘啊，这个比较少接近的道理，所以就走入啊这个十番显见的第一番，就是显见是心啦，这个上面小字啊有写，那个已经呢走入啊，十番显见的显示啊我们那个见性，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么所以则何？说彼无言者啊，挥剑前无，讲那个原因啊，说所以则何？如是一途啊，行问呢盲人，说你在呢这个道路，那个途就是道路了，你伫个路的然后呢行问啊盲人，你去问迄个青梅如何所见？你甲伊问讲啊，你看到什么？你问青梅甲问讲啊，你看到什么？必来答汝，迄青梅会来甲你回答，说我今眼前啊，唯见黑暗，更无他主。我的眼前敢若看到安尼乌暗暗，无看到别项啦。迄个青梅一定安尼甲你回答。那么以是义观啊，释迦牟尼佛就讲，以这个真理啊，我们来延伸道理，前尘自暗见何亏损？都是眼前啊，显现在眼前完成的景象，他自己啊，暗相，那我们的见性啊，没有亏损，见性啊，就是完全，能够见到暗，那个见到暗啊，就是见性见到的，所以见性啊，没有亏损。这个时候阿难听到就讲话了，知盲眼前唯睹黑暗，云何成见？谁那有看？我们一般都这样，对不对？无目睭呀，我们拢讲伊拢无看，对吧？都是这样。可是佛在这方面他就发挥了，发挥那个真理所在。那么佛告阿难，就跟他讲，知盲无眼啊，唯睹黑暗。说那一些盲人没有眼睛啊，唯有看见黑暗。以有缘人啊，处于暗室啊，二黑有别为无有别。但迄个有目睭的人，伊伫迄暗室，暗室内底伸手啊，不见五彩。这两个乌啊，有目睭的人看到的迄乌乌暗暗，甲青梅看到的乌乌暗暗，有分别啊无？各位姐姐有没有分别？拢赶快乌乌暗暗对不？所以佛就从这个地方呢，他发挥，那个阿难回答说：如是是真，此暗中人以彼情盲二黑较量，真无有异啊！这个阿难比喻啊，他听得懂，说咱目睭啦，好好的人伫咧暗室啊。甲迄个目睭青梅看到的乌来比较拢同款，无迄个无同啦。所以佛又讲，阿难，若无眼人啊，前见前黑，迄青梅看到头前乌暗暗，那么忽得眼光啊，即马甲伊手术迄个眼角膜伊啊，伊都有目睭有看还以前尘啊，见种种色，即马伊就看到咱凡尘的迄个景色，拢看会到啊。这个名眼见者，安尼伊的名称呢，做目睭看到。即马呢换过来讲，迄个暗中人啊，前见前黑，迄个有目睭的入去暗室，看到头前拢乌暗暗。然后现在呢，开灯，忽后灯光啊，异于前尘啊，见种种色。即马灯火一个开落，伊伫个眼前的景色看甲真清楚，
应明啊灯见，佛咧讲，迄是开灯伊才看到的，安尼叫做灯见。迄个青眉因为眼角膜好伊啊，叫做眼见。即马开火开灯叫做灯见。佛讲若灯见者啊，灯能有见啊，自不明灯。迄灯若有目睭通看，伊的名毋是叫做灯啦。又则灯观啊，何观如是？又个迄灯咧看，甲你有啥物关系？是故当知啊，灯啊能显色，开火的灯会当显现啊景象出来。那么如是见者啊，是眼灰灯。安尼来看会当看到是目睭啊，毋是灯火。那么眼能显色，迄个青眉的目睭会当看到种种的在形象。如是见性啊，是心非眼。就是安尼他见到的那个见性啊，都是心，不是目睭啦。各位这样了解意思吗？哇，这下有个点气气。我们比较少接近这方面的那个说法，所以这边呢，那个佛就讲说我们那个见明见暗，那个明暗是凡尘的景象跟我们的见性没有关系啦。这样了解意思吗？这个了解是在心中打一个问号，还不是很透彻了解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假如说有看《如是我闻》那一本书啊，各位有没有看？他有说偷根偷尘，对不对？有没有？我们那个佛性就是能够偷根能够偷尘，就是无眼有见就是我们没有眼睛一样能够看见就是看到黑漆漆的啦，然后呢，主暗成见就是我们看到暗的景象，那个景象就是凡尘的景象然后凡尘的景象，它有明光明，也有黑暗。那黑暗也是在景象里面，那你不用看到景象才叫做见，就是你看到黑暗一样叫做见，那就是见性我们那个佛性明来见明，暗来见暗那个是佛性所以佛就讲说我们的见性偷根偷尘那个离尘离开了眼，离开众眼它超然独立。你更加清楚不？不容易容不容易？不太容易了解。可是当你了解以后那个幼稚园的课程呢？那现在什么课程？小学课程还是大学课程读研究所的啦研究所课程这个往后越熟悉的时候我们就会越知道说这斗力经浅不是很深，只是我们没有常用没有常用才不知道。那假如说我们了解说原来见性那个我们能见之性不是眼睛之前我们也说那个满眼本灰色，满耳本灰声，文殊常触目观音赛耳根，有没有？那个就是在讲这样说满眼本灰色，我们眼睛看到的那一些形象色不是然后呢，满耳本灰声，耳朵听到的也不是那个声音的动静，也不是啦。所以文殊常触目，文殊就是智慧啦。那我们的佛性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就是文殊啦。
文殊一看了就能够辨别啊，辨别外境的所有一切，所以啊，我们眼根啊就是文殊，然后耳根呢就是观世音菩萨，能够行深救苦，就是那个意思啦。不是在声音里面用心，不是在形象里面用心，而是在我们的不生不灭的佛性啊用心，这样知道吗？还是不要回答最好了，省掉麻烦。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到佛呢这个苦口婆心啊，就是告示这个阿难以及大众啊，说我们那个佛性啊，它是离言独立，超然的，很超然。阿难呢虽复啊得闻是言，以知大众啊口语默然，心啊未开悟。阿难呢虽然听到呢这个佛啊这样讲，说呢那个盲人啊有见，盲人啊我们都一般的认知啊，就是啊目睭青眉没那么快，可是佛说有跟我们明眼人啊在那个暗示啊所见的暗示一样的。我们明眼人啊去暗示里面啊所看到的暗啊跟盲人一不一样？一样各位也在试看嘛，里面暗搓搓伸手无见就五载，像是什么都无看，看到到乌索索，那就是盲人啦。那盲人我就讲他能够啊得到眼光，就是呢有那个眼角膜，现在医学发达嘛眼角膜把它植进去以后，他就能够看见了。那这个啊就叫眼见，因为有眼睛的他看见了。然后那个有眼的人在暗室里面啊开灯，灯一开一样他也看见了。佛说那个叫灯见，不是你眼睛看到，是开灯以后才看到，所以叫灯见。佛讲经说法很奥妙就是让我们去了解说那个啊来源他看到的来源都是啊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来源是佛性啊，不是眼睛。所以那个底下又会讲说这个刚一口气断的人啊，眼睛是不是还好好的？还有看无？没看啊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刚断气的人啊，他的这个身体啊器官都好好的啦，都是没看，是那没看，佛性不在啦，这样就很清楚明白，对不对？一口气断去啊，佛性不在，没看，所以佛性在才有看，是不是咱目睭有看，就是佛性在？看就是佛性看，对不？安尼就承认了我。所以我们研究就是要这样透彻了解知道不是呢那个含混含理合理没有那样的，都讲清楚说明白。然后呢阿难呢心未开悟，由寂如来呢持因先示虽然已经呢知道这个道理了，可是心还没有透彻了解那个寂就是希望的意思还希望如来能够呢慈悲的音声来这个宣示宣扬开示，合掌清心自佛悲悔就合掌然后呢清心，把心里面的所有杂念妄念都去掉，然后那个智就是等待等待佛那个慈悲的教诲
所以那个合掌就很有意思了对不对？之前我们就讲啊，我们左手做的事，右手做的事啊，都是凡尘事。那两只手一合起来，凡尘的事没办法做，对不对？所以一合掌以后啊，把凡尘的事啊都抛到背后了，然后我们一合掌，把心掏出来，对不对？那个就觉，所以一合掌啊，就背沉，然后合觉，很有意思，对不对？当然，安尼的动作在台人没有了所以这样的话都表示很善很善良所以我们平常也时可以自己试验一下，能手甲合起来。完成事无法度做啊，放在后边一合了以后啊，把良心拢扭出来，对不？跟觉性合在一起，会做错吗？不会了心清啊，对不？有没有？很快所以往后遇到想骂人的时候啊，你就这样骂得出来吗？骂不出来了它就改变了，对不对？很快那尔时世尊呢施多罗绵往向光手，这个时候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是张开呢多罗绵，因为那个佛的手很柔软那个多罗绵网相它的那个手纹里面呢就是有那个网网相光手，然后开呢五轮指就是呢打开呢他的手指，那个毁持阿难呢集之大众就是教导阿难以及大众我出成道于路远中为阿耨多无比丘等及汝四众言，一切众生呢不成菩提及阿罗汉，皆由客尘呢烦恼所误汝等当时因何开悟，今成圣果？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就要呢这个无比丘他们来说，他们当时怎么样领悟的那个过程这样呢讲给阿难以及呢知大众听，就容易教导他们也实际能够领悟那个课程耽误我们众生在六道轮回的那个因素就能够了解所以这边我就讲说我出成道，释迦牟尼佛出成道的时候呢本来就先讲那个华严经万华庄严，只有讲21天那个是把领悟的那个真理全盘都讲说因为太高了，程度太高，没有人听懂所以他就隐大现小，把那个大乘佛法隐藏了，然后显现了那个小乘教导众生所以这个无比丘就是那个释迦牟尼佛的那个护王派出来寻找太子要劝太子回去因劝太子不回去，因现无面通回去所以就跑到那个路远去点修道了那自己修了那个时候因为看那个释迦牟尼佛这个接受那个养乳所以他们就不愿意再跟释迦牟尼佛一起修自己去路远去修，知道这个意思吗？我们这个重点所在是要明心见性那个过程我们稍微了解一下那个小的字也有解说。那么四众就是呢
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出家众2个，在家众2个，就4众，讲一切的众生啊，不成菩提，就是啊，所有众生呢，都修不成菩提，以及成就阿罗汉。那么都是由于客尘烦恼所误啊，所以以往的那个修持啊，他们的方法都是很简单扼要，就客跟尘，客啊就是来来去去啊，那尘就是灰氧，尘子啊灰氧，客人来了，客人去了，就讲我们的心念啊。心念来了，心念去了，就好像客人一样。然后尘就是摇动，我们的身啊摇动，外面的境啊摇动，然后我们完成所有的一切事业啊都是摇动，那个叫做尘。尘的本质啊就是摇动啊。我们被客尘啊烦恼所耽误。假如说现在跟我们讲说，我们被课程烦恼所耽误啊，我们想得出来什么原因吗？不傻傻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很少投入这个修道的那个领域里面啊。那以往他们呢，对这个一个字啊，就能够使他们成就。所以佛就讲说都是课程这2个字所耽误然后佛问他们说：汝等当时因何开悟？今成圣果，现在已经修到有成就了。那么这个时候陈乔那起立白佛，这个陈乔那就是歌利王来转世啦。歌利王都知道嘛我们听那个《金刚经》就是把那个释迦牟尼佛分解有没有结分解嘛？那个佛就这个讲说，我假如说有那个怨愤的心那就被你分解就算了啦。那假如说我一点怨愤的心都没有，那我全身都又恢复，结果又恢复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一些呢重点就是在心那个心很重要了。咱心有咧起无咧起有当时外表看不出来，对不？有当时心起要死，外口咧笑面容在笑，内底气安尼要夹倒杀人安尼还搁咧笑，所以内外不同，所以心修道所强调的就是心，心的重要了，所以我们修持呢，就是有一个6度里面忍辱波罗蜜，有没有？忍辱，那要了解说佛他说没有对立哪有那个忍耐，没有侮辱的人，也没有受辱的人所以那个我们要了解，就是一些假象那假象，那我们假象都看不开了，那怎么成道呢？所以是要我们都对假象透彻认识，都知道是假的，反正只要落入现象都是假的，真的呢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这个本体又在我们身上，很亲切1秒钟都没有离开，就亲切的。之前我们不是讲嘛，真人不讲理次次随着你，睡时伴汝眠行时随汝骑。你不认识他，他却认识你。有朝看透他，诸佛皆欢喜。还记不记得？记得好像不多嘞，回答音拢一丝丝安尼拢不记得，拢互我搁带转去家人较济。真人不讲理不是霸道因为不能落入对待，讲理就是对待不讲理就是结对，所以真人不讲理处处都随着你我们的
那个佛性啊，都随着我们。睡时伴如眠，你咧困，伊甲你斗阵困啊。行时随如骑，你若起来，伊嘛跟你起来。你不认识他，你唔捌你啊，你拢无研究，他却认识你，伊捌你哦。你甲用伊真欢喜，你唔甲用，伊嘛拢甲你伺候，伊嘛拢甲你伺候啦。有朝看到他有一天，你捌你啊，吃佛这欢喜，又多一位佛出来了。你看好不好啊？很好哦，所以记得啊，哪行哪背。我们不是要走路吗？哪行哪背，背顾着咱嘞。所以这边呢我们了解说那个乔真那虽然那个时候对那个释迦牟尼佛把它分解。可是呢，释迦牟尼佛都没有缘分，所以后来又有这个因缘，所以以后我这个成佛以后就要先度你，结果就真的第一个就是度陈乔那，就是歌利王，然后那个最后一个就是那个120岁的两个，一个头一个尾。乔真那呢起立白佛，我今呢长老，于大众中呢独得解明，现在已经年岁大了，在佛讲楞严经的时候那个乔真那已经当这个长老了，年岁已经多了，德性也大，所以称长老。那么在大众之中呢，独得解明啊，在大众中，他对那个课程领悟的最快最早，就是因为因悟课程2字成果，就是2个字使他能够呢成就有那个果位。那底下呢就细数那个成就的那个过程。说世尊，譬如行客我们旅行的客人，投寄礼亭，就是要呢去住宿，或宿或食，在那边住或是在那边吃，是食是弊这个俗装呢前途，就是吃饭吃饱，困困饱，这么行李款款的。处装款行李前途搁行不妨呢安住就是袂使讲全人带咧，讲带要钱所以没有住。若实之人假如说迄个礼亭的迄个主人自无忧往，伊就免安尼来来去去。那么如是思维不自怜客。自名主人，迄个不住，就是客，安那大咧，迄个主人，以不住者名为客意，就是不住，像咱的念头拢无大咧啦，来来去去，一个接一个迄念头，迄个不住，还有这客。那么底下呢，就解说那个尘。又如呢心悸，那个心悸呢就是下雨下了蛮久了，然后雨停了，那个呢叫做心悸，把那个天空之中的灰尘拢改用迄雨水甲淋落来涂骹所以规个天空拢真清晰那个叫心悸。那么清阳升天迄里头佫出来雨停里头佫出来。那么光露续中迄个日光伫迄个厝旁迄厝都有破空一旁迄里头光照入来微旁照入来。那么花明空中知有成相这个时候发现明了在呢那个空中，伫迄个光照入来，迄个空的中有发现到迄个灰尘的迄个成像。
那么尘子啊摇动，迄个尘啊，拢直直叮当，拢无一个安尼安稳，拢无定着，安尼直直叮当。那么虚空啊居然，迄存咧大迄个虚空啊，伊拢定定，伊拢无动作。那么如是思维啊，安尼想，层级啊明空，摇动啊明尘，那个层级，就是迄个空中啊，迄个真空妙有的迄个空层级，叫做空。啊，摇动有咧叮当，迄就是尘质，凡尘的迄个本质。那么以摇动者啊，名为尘意。所以以不住者啊，名为客意；以摇动者啊，名为尘意。就是这个义理。那么佛就回答，如是，给他认可，说你讲的啊都符合真理。那么即使如来于大众中呢，屈五轮子，屈以复开，开以又屈啊。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在大众之中啊，就是屈五轮子，甲伊的迄个手掌，迄五支针头啊，拢压落来就变做滚，即嘛佮再开开，佮再合落来，安尼互大家看，为阿难言，甲阿难讲，说如今何见？你即嘛看到什么？阿难就回答：我见如来啊，百宝轮掌，众中开合。我看到释迦牟尼佛迄个百宝轮掌，伊迄个手掌啊，敢若百宝安尼，伫个众人之中啊，一打开了又合了，一打开又合了。那么佛告阿难：汝见我手众中开合，谓是我手有开有合，谓复汝见啊有开有合。佛甲阿难讲：你看到我的手啊，伫咧众人的这个中间啊，伫咧开啊，伫咧合，是我的手啊，有开有合，还是你的见性有开有合？阿难呢，他就回答：世尊保守啊，众中开合。我见如来呢，手自开合。我看到释迦佛祖的手啊，自己开自己合啊，非我见性啊，有开有合，不是我的见性有开有合。那佛又问：谁动啊？谁静？这个又深入一层了，像咧叮当，像静静。那么阿难他就回答：佛手不住，这个不住就是客了然后呢，而我见性啊，尚无有见，虽为无住。就是呢，我的见性无迄个镜相，见性无镜相，嘛无动相，就是动静啊双离。这个时候呢，阿难所回答就很正确了啦。动静双离，咱的见性啊，我们那个如如不动的佛性啊，没有动也没有静，没有动相也没有静相，所以佛就给他认可，如是，就是这样，安尼就对啊啦。那手咧开咧合，那是外境，外面的景象啊。那外面的景象跟你的见性没有关系，还有了解不？突然一笔，是感受说，这个蛮沉重安尼真重，唔知迄担几百斤安尼重到袂叮当。我们剩下10分钟要给各位呢这个发问能够提问有问题就问会进步的比较快。那上个礼拜呢或许记得说这个中阴身跟我们那个四性。四神中阴身呢跟四神有什么差别？
然后我们要了解到说，那个四神跟中阴身呢，它本来就是一体呀，就是这个相关联。假如说我们这个整个四神啊都已经恢复到佛性了，没有的话，那大概我们也没有中阴身了。所以中阴身跟四神啊，它是一体的。有问题吗？10分钟而已哦。因为好，请问。那这边有意思就是说，养狗没有结扎就放生，是否也被解释造罪？爱则养之，不爱则弃之。这么冷的天气还把小狗放生，因为小狗才出生1个多月，知道人这样慈悲吗？所有动物灵性都是一样的，此生能贵为人，不为修道人，弃养宠物，不是很残忍，没有爱心吗？这个之前呢，我们都有这个讲过啊，说我们修道啊，不能养宠物，各位都还记得吗？因为我们养宠物啊，就是要负责到底呀，要使你养的宠物也来转世为人，你又把它度化成佛了，你才可以成佛。你有找家己麻烦无？就麻烦搁直直等到伊也未变人，咱搁变动物去啊。所以不要养这个宠物。那自然，假如说我们还没有进入状况之前就已经养了，那就把它养到善终了，养到它过往了。那这个中间啊，假如说我们有那个想养的我们就可以送给他去养，给他去负责任了，我们就不用再负责任。还有吗？第二个问题，请问营养师，佛性和自性有没有一样？那个名称不同，佛性就是自性啊，自性就是佛性，是一样的。第三个问题，我们刚刚讲说96元人，这个96是代表乾坤男女，还有代表什么数吗？那个9就是阳之极呀，6就是阴之极呀，96是代表阴阳，就是已经到达那个数的一个顶点，所谓上观啦。所以我们说清阳有度2亿，然后弘扬也度2亿，那现在剩下92啊，要一起度尽，那个是方便说法。我们要了解那个单啊就是阳，双呢就是阴，你到那个9就是阳的顶点。6就是阴的顶点，是就是度尽阴阳，度尽所有众生啊，那个意思是这样，不是数目的啦，那个数目的以我们现在来讲，大概有50几亿嘛70几了这么恐怖啊，有70几亿啦，70几亿是人类啦。那我们了解说众生啊，不光只有是人类，它还包含所有有生命的都算是众生，都要度他们成佛啦，那个数目那个非常的庞大，所以了解那个是一个概类大概就是阴阳，就是凡尘之间所有的众生呢，我们都要使他能够成就，都能够脱离苦海。还有吗？好，请说。刘老师，请问就说上次你有提到就说修道人修到那个就是佛性跟我们的水火不受分开的时候，就如果有一锅油锅我们手进去搅动，对不对？
这个丝毫不会受损嘛，对不对？那么我们解释的话是不可思议，不可议，对不对？但实际上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个手不会受，因为现象下来的应该会受伤，有回烫的有啊。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排除了不可思议这样的解释以外，可不可以用就说我们能够理解的程度？到底为什么可以有那样子？功夫。我们要了解到，那个都是用蛮长久的时间呐，来训练自己呀，就是气生昧啊，守真常。那所有的现象都是生昧。那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的身体呀，一样是生昧。那生昧，我们平常假如说，非常注重身体，那就是相反，就是气真常守生昧啦。那气真常守生昧，我们跟一般凡夫大众没有两样。那努力要达到说，是一油锅的那个沙拉油，它的温度大概有200度，可是你的手啊就可以很像我们平常摸那个水冷水一样下去啊这样搅拌，那个就是长时间的气生昧守真常。那身体的生昧啊，它完全它可以控制，可以超越了。它一走入那个真常世界，真常世界里面啊，它都没有形象，而且啊没有痛，也没有一切啊我们会感到难过的，全部都没有。它已经呢到达那个状态，到达那个状态以后所有我们看到不可能的，它都可能了。所以那个修啊是要经过蛮长时间。像六祖啊，在猎人队，他修那个水火风土，身体的水火风土跟天地的水火风土没有两样。结果那个自测不是把那个刀利刃啊从他脖子经过3次吗？那个六祖脖子还在，没有断，所以自测啊那个侠客啊晕倒了不是很久吗？为什么？就是他看到这个不可思议的现象。那为什么可以？就像我们水投入水，你有办法分辨你投入的水跟原来的水就把它分开吗？没有。那火我们投入火也一样那个意思。那你身体的水火风土投入天地的水火风土，它两不相触，不接触，不相伤，不会伤害，是那个样子啦。那以我们现在的众生来讲，那一种现象都不可思议啦。可是你只要有心，你想做，你就开始气生昧守真常，然后慢慢的你的神经啊，我们这个都有神经啊，你全部啊生昧的神经越来就越淡薄。所以人家哀哀叫，你不会啊？为什么？你转移到真常，不可思议。还有1分钟，好，请说。再来请教一下就是每一个大圆会都一样，对不对？对。那么老师有讲过，亘古以来这个普度众生，这是头一招。对不对？那个是说我们这个研会的头一招啦。对，上一个研会也有普度众生倒在这里，下一个大研会也有，对不对？你把它连起来了吗？因为下一个研会你要了解到，不一定是在这个太阳系，知道吗？不知的很多了。我们不能用我们的心意识来想象下面的事情。
那样的话，我们修道障碍很多。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先贤，大家好。我写占道天师德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先贤给我学机会学讲。我们讲到哪边呢？第几页？29、28、28后面。28后面的下半段吗？对哈。这个如来也是从轮掌中这边吗？对哈。这个释迦牟尼佛呢，从那个轮掌中挥宝光啊，在阿难的右边。那么即使阿难呢，回首啊，右畔，转过去啊看。那么释迦牟尼佛又放了一光呢，在阿难的左边。阿难呢，则又回首左畔。就是看那个佛放出来的宝光。那么佛告阿难，佛跟阿难讲，说乳头今日何因摇动？你的头今天为什么这样左右摇动？阿难呢就回答说，我见如来持妙宝光来我左右，故呢左右观，头自呢摇动。那释迦牟尼佛又问说，阿难，汝攀的佛光左右动头，为汝头动，为复见动？是你的头在动呢，还是见性在动？那阿难呢他就回答说，世尊，佛头呢自动，而我见性尚无有止，随为摇动。就是呢动静双离，尚无有止它是静相，它随为摇动动相，它所以没有动就不用说静，没有静就不用说动，所以动静双离。这个时候阿难他已经知道说头在动见性没有动。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一直强调说，我们这个以为是佛性在身体里面，然后我们到哪个地方就把佛性带到哪个地方去，都这样以为，所有的众生呢也都这样，就形成一个共识，大家的认识。这样对不对？我们上个礼拜有详细解说说呢，我们的佛性是常住不迁，如如不动。动的是我们的身体，动的是外面万象在动。然后我们的见性，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没有动，它是充塞整个宇宙虚空。不管到哪个地方呢，纵然到达太阳系的外面，我们的佛性也在，所以都不用佛性带来带去的，这样了解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因为我们这个之前就一直强调说大家都认为佛性是在身体里面。那佛就讲清楚说明白，说我们的心有灵知的作用，凡心所在之处一切呢均能分别了知心体都一样，它拢清清楚楚会了解。那假如说心是在我们身内，
那我们身体里面呢，有五脏六腑，有抓生法掌，有筋转脉摇，可是呢，我们呢，全部都不知道，知道吗？我们知道我们五脏六腑吗？都不知道哈，所以可见呢，我们的心呢不在身内。那而难听到这样讲以后啊，不在身内，那在身外。那在身外呢，我们更知道不对了，对不对？一定呢还跟身体有关系呀。所以是不即呀，不离。不即呢，就是不住了，不住在我们身上，可是也不离开我们身上啊。所以或者就讲，身体呀，它是水有风土啊，众缘际会啊，借我们用的。我们要呢，还给天地。那水有风土，它是无知之物，没有知觉性的东西。那可是现在我们身体呀，都有知觉性。那么身体的知觉性呢，我们就要了解，它是始于我们佛性的那个一部分，是始于佛性。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把知觉性跟水有风土把它分开。那分开了以后我们修持就是我们那个灵知。灵敏的知觉，那个就是佛性的本体，没有形象的本体，这个叫真。我们从小就被长辈告诫要认真要认真可是我们都没有朝的那个认真的真去努力他都认假，认现象。那现象变化无常，都是假。都不真，所以自古以来我们都是这样，所以才一直六道轮回。那上个礼拜不是有人问吗？说那个我们那个沙拉油烧到超过100度，将近200度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手下去整个捞都不会烫，有没有？那或许就有解说了。那个就是气生灭守真藏，长时间下来的功效。那个六祖不是被智者从脖子砍3刀吗？为什么砍过以后六祖没有死掉？就是因为他已经修持那个外面的水有风土跟身体的水有风土已经能够结合在一起。那么结合了以后它不会有摩擦，所以互相之间不会伤害。好像我们水要把它倒进水，那我们倒进水以后已经融成一体能够分出来，我们倒进去的水跟原来的水可以分得出来吗？已经分不出来了，结合一起。所以努力修的时候天地的水有风土跟身体的水有风土已经结合在一起了所以那个六祖被智者砍3刀就没有受伤，没有死掉所以我们呢要了解到，那个不是说一没改这个脖子没有把它伤到。或者就听有人这样讲，我说那不正确啦，是有，可是有功夫啦。那假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把注意力全部转移到佛性本体，就是气生灭守真藏，身体水有风土是生灭的，我们去掉。然后守真藏呢，就是那个灵敏知觉性我们都守住它。这样的话，我们身体的那一个水有风土的知觉它慢慢会转移到佛性本体。那当它已经可以转移到佛性本体的时候我们这个水有风土恢复它本质，
本来啊没有知觉性的那个本体啊就呈现。那当它呈现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啊沙拉油啊烧滚200度，你的手啊下去去摸去捞那一些呢沙拉油，可以烧大把香，然后倒过来把那个香燃烧的部分啊送进嘴巴里面，舌头不会受伤，这样了解吗？不是在讲卡通影片这个是实际修持方面的功夫。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人都没有？因为我们现在的精神都外放没有说来守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呀。那对身体又非常注重注重身体的现象。那所以这个样子啊，你再经过几生几世啊，都不可能到达那一种状态。就是啊，你的手啊可以下去200度的沙拉油里面去捞啊，不可能的啦。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做功夫不可能有那个现象啊呈现。那我们实际做功夫啊，慢慢你就会知道身体的那个知觉它慢慢啊就是淡化，然后呢我们那个佛性的灵敏度啊增加。那越来越增加，身体的那个所有风土啊越来越没有知觉性，到后来你就可以真正的做到不可思议的现象都呈现。所以呢，我们了解到说我们的佛性啊，不生不灭的佛性啊，很奥妙的那我们一般啊对它的了解度啊都不够，都注重现象，身体的现象啊不管我们再怎么注重，不管我们再怎么样的努力去养生啊，都一定会死掉了。死掉的时候啊，身体的所有风土就归还给天地啊，所有风土我们都不能够拥有。那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啊，我们可以自己啊主宰。到达那个时候啊，我们就那个生与死啊、迷与悟啊，已经都无关重要了已经呢回归到我们的本位。每一个都是佛所以要对自己啊有信心，自己啊本身就是佛。现在之所以还没有成佛啊，就是了一了业障，然后呢改一改观念，了解吗？这个很重要我们都可以做到的。所以这边这个阿难他已经了解到说见性双离动静，没有动也没有静动静双离。然后我们在生活之中也要了解到说我们的佛性是常住不迁没有搬家啦，没有搬来搬去啦，然后呢如如不动是不动的。因为呢如如不动，所以我们看影像才清晰，不是一直用那个照相机的原理来讲嘛记不记得？记得我们有玩过相机的都知道照相的时候按快门的那一刹那，绝对手不能晃动，一晃动呢，洗出来的相片模糊不清。那可见就是不动的时候才能够很清晰。那我们假如说一直以为佛性是在身上，我们头都一直在动，对不对？那我们头动的时候我们那个那个佛性看影像也一样模糊不清可是我们现在头转得很快，看的影像又很清晰，对不对？就是身体在动佛性没有动佛性如如不动。你有了解吗？蛮重要的一个观点
咱拢以为讲，佛性伫身躯啊，你若去倒了，甲带去倒位啊，出国去观光的话，就把佛性也带出去观光啊，不用带了。他本来你要到哪个地方去啊，佛性都有了，都有，它遍满整个虚空。所以啊，我们现在啊，看我们周遭的万象都了了分明，对不对？为什么能够了了分明？就是佛性的功能作用，有无？看甲足清楚的足多人大家拢七孔，大家拢面无共，对无？拢真清楚嘛，那个就是佛性。我们佛性呢非常亲切，都跟我们在一起，所以一定呢要认识它。那么佛就给释迦牟尼佛就给他印壳，说如是对了，你咧讲安尼对，见性啊双离动静，没有动相也没有静相。那么于是如来呢普告大众，这个普遍呢告诉大家，若复众生啊，以摇动者名之为尘。这个摇动啊，就是尘，凡尘啊，凡尘的景象都是摇动，因为它呢一直在这个生灭不停，所以我们也有浅显的问嘛，那个清净经啊，那个动则静之机有没有？大概那一句话考倒很多人了，我们以为都是静为主要，为什么动呢变成静的基础呢？所以那个是从真理的角度来解说。假如说凡尘不是动，小孩子不会长大，我们万物也不会生长。万物有没有生长啊？会出芽爱大长，对不？咱囡仔会大汉，大人会老，对不？有没有在动？都是全部都是动。那假如说我们静下心来，跟天地一样动，这个叫做动者静之机。那假如说我们也动，天地也动，这个叫背道，违背这个道。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摇动者名之为尘，就是凡尘尘它有那个污染污的意思我们这个房子里面窗子门都关起来，会不会有灰尘？一样会有还会都来从虚空来虚空之中呢自然都有自然呢都有灰尘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尘就是染污污染我们的佛性本体，使它呢不清净那我们呢在凡尘就要去掉这一些尘垢，凡尘的污垢全部都去掉它能够去掉凡尘的污垢，佛性就清净。那清净以后回归到本体了我们就能够回到本位回到我们每一位都是佛。那么以不住者名之为客不住，像我们的念头都呢心不住来了又去了，来了又去了那个不住。那不住呢就好像呢客人一样客人来了这个问题讲完办完了他就走了主人都不用了，不用来来去去，可是呢客人就要来来去去以比喻我们的念头，我们念头呢都是生灭来来去去所以它不住。那么汝观二难头自摇动，见无所动头在动，身体在动，万象在动，然后见性都没有动，如不动又汝观我所所自开合又汝观我所自开合见无施卷，施就是张开卷就是收起来我们的见性没有张开也没有收起来。然后底下我就讲
说允和汝今啊，以动为身，以动啊为境，把那个身呐，我们的法身以为说这个肉身的身呢就是法身，然后以动呢为身，然后以动啊为境，完成的那个景象全部都把它当成真。那么从始至终，那个从开始至呢就是到达，从开始到达终点念念生灭，我们念头一个接一个，念念呢都生灭，然后遗失真性，真性就遗失了。我们曾经遗失过东西嘛，都会有那我们真性也被我们遗失掉了，因为都不认识它，所以不要它了，遗失真性，然后颠倒形式，这个颠倒就是呢重要的都不注重，不重要的看得很重，就颠倒。老一辈的说钱话都唔白唔钱话看个回老，各位有没有这样还有无钱话看个回老所以了解到那个颠倒，我们凡人应该注重的佛性我们都看清了，应该看清的身体我们都看重了。在你养生在你顾有没有有在顾身躯无免要借假修真爱顾这样法度把佛性修得很光明能够恢复本来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假的虽然是不真，可是呢我们要好好利用它，就是不要利用它吃喝嫖赌，这样就好了我们可以借身体的假来修佛性的真，借假修真，可以让我们呢回归到佛的本位。那假如说我们吃喝嫖赌借着身体去享受的话，造了很多罪，一口气不来，到哪里去了？到三恶道去了啦。他进入三恶道以后就迷迷糊糊了，都不知道苦难。我们看那个三恶道最轻的那个畜生道，畜生道知道苦吗？知不知道苦？你也不是畜生，还知道说他不知道苦？你有蹲下来问他吗？你也甘苦呗？他怎么回答？咕咕咕咕咕。所以性心失真，任务为己。我们的佛性跟我们的真心已经呢失掉它的那个真。任务这个水宏图就是物东西任务为己，任东西就是为自己。我们把这个身体看得很重，就是任务为己。那么轮回之中自己流转，在轮回之中六道轮回之中，我们自己取那个轮转，一直就是不离开呢这个六道。这个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呢跟呢这个大众去阿难讲。那么尔时阿难及之大众闻佛是悔这个时候阿难呢及诸大众听到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开示教诲，身心泰然就是身心呢安泰自然很快乐的念无始来就是回想回观无始以来失窃本心，就是都失掉了，失去了，妄认
眼尘分别影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眼尘啊就是尘缘，我们跟凡尘啊结的缘蛮深啊，他都很贪恋凡尘，那个叫眼尘。那么分别啊就是凡尘里面的所有这一些影像都了了分别那呢我们要了解说这一些影视啊就是影子方面的事所以都是虚幻的不实在凡尘的事都是影视。像我们时常都在用有影无，有影无，影视就是影有影无有无有影无，无有实在就有影你若准看到人就伫个日头中那无影一定看到鬼所以人实在有影有影。那么进入开悟这个阿难呢他所讲今日已经开悟经过佛的那个开示教诲，已经能够领悟了，如失乳儿，好像呢那个幼儿呢这个失掉这个母亲没有奶可以吃会会命就丧失掉了。那么呼吁慈母现在呢又遇到了慈母可以会命相续了。合掌礼佛就是双手合掌然后呢这个礼佛，愿闻如来显出身心真实跟虚妄真妄虚实那个真实跟虚妄的真假所以真的跟妄的，虚的跟实的，现前生昧与不生昧二花明现就是呢希望说释迦牟尼佛能够显出身心真的跟假的虚的跟实的生昧跟生昧跟不生昧这两方面都清清楚楚的能够呢让大众以及阿难呢他们都能够发现明了这个实在的我们的那个本心。那么这个时候波斯诺王起立白佛，佛喜未曾知佛回赐这个波斯诺王就是宴佛请佛吃饭的那个波斯诺王起来呢向我表白说我往昔未曾知佛的教诲然后赐命。那么见迦旃延毗罗耆池，这个迦旃延以及毗罗耆池是印度6位外道里面的2位他们呢都是外道贤也，贤呢就是全部多说此生身后断灭这个外道就讲说我们呢一口气不来那个一了就白了，死后呢就断灭，名为涅槃这个呢胡说八道了涅槃是不生不灭，他说断灭死后断灭是涅槃那个不对的。那么我虽知佛虽然这个波斯诺王跟佛同时出生在凡尘这个时候波斯诺王62岁那因为释迦牟尼佛跟这个波斯诺王同一年出生在凡尘，所以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也是62岁比那个金刚经
这个还要早。金刚经是68岁的时候讲，那这个时候是62岁，还早6年。那么今有狐疑啊，因为听的时候断灭啊，他觉得说不合真理，可是呢不知道他的结果是怎样，所以啊还怀着那个狐疑的心。那么允何发挥啊？正知此心，怎么样来发挥证明知道啊这一个心啊不生灭地，怎么样啊可以到达不生灭地？那么今此大众啊，知有漏者衔接呢愿闻这个大众里面啊这个挑起那个知有漏，有漏啊就是程度啊比较低精神都外放是有漏。那漏呢翻成我们中文叫做烦恼，那有漏啊就是有烦恼所以只有烦恼者啊，全部呢都很喜欢听呢那个不生灭的那个真心。那么佛告大王，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告诉波斯诺王所以他们都互相呢尊重这个佛称呼波斯诺王也称大王那波斯诺王这个称佛所以他们都互相尊重。汝身现在释迦牟尼佛跟波斯诺王讲那个时候断灭就不用讲，那个没有看到。那么讲汝身的现在，今复问汝现在呢问你，如此肉身唯同金刚，常住不朽，维护变坏问问你现在这个身体这个肉身是跟金刚一样呢它能够常住不朽，不会呢这个腐朽不会坏掉，维护变坏，还是呢它会变化会坏掉。然后波斯诺王就回答说，世尊，我今此身呢终从变灭说我现在这个身就会变化消灭。那么释迦牟尼佛就问说，大王，汝未曾灭云何诸灭？你都也未灭，你哪知讲一定会灭都也未死，哪知一定会死？然后呢波斯诺王就回答说，世尊，我此无常变坏之身虽未曾灭虽然还没有灭，我观呢现前念念牵线就是呢有听那个外道讲说呢死后断灭，所以他对现前的一切变化非常在意所以非常仔细的观察，所以观察现前念念牵线一个念头一个念头一直千变，然后代谢。那么心不住心出来的念头呢，它呢又不住又呢有后面新的又升上来。那么如火成灰好像那个木或是能烧的东西一烧了就变成灰了，渐渐消陨，慢慢的一直消失运亡运亡不息一直朝着死亡的道路前进。觉知此身呢当从灭尽所以知道这个身体一定会灭尽。那么佛听他呢讲这个呢都还能符合这个真理，所以给印可说如是。大王，如今生灵已从衰老，颜貌呢何如童子之死？说你现在的那个年龄已经衰老的62岁，
那个颜貌啊，跟那个童子的时候比较啊，怎么样？有没有一样？然后呢，波斯诺王他就回答说：“世尊，我喜孩乳啊，肤臭润泽，我往昔啊，那个啊小孩子属生的时候耶孩会走路啊，叫如此孩乳。那么肤臭肤啊就是皮肤，臭呢就是啊皮肤的纹理，润泽啊润滑光泽，年至啊这个长成血气啊充满一直啊这个年轻的时候啊长成了血气充满，而今呢颓脸，现在已经颓败的年龄，迫于衰貌已经呢被时间赶到已经衰貌那个老底下一个卯年貌，起蝶貌就是真老社会以上70、80、90，那么形色呢孤脆精神昏昧这个整个形象都叫孤脆很憔悴孤微憔悴，精神呢已经昏昏不明的很暗昧，花白面皱，头发都白了这个面孔那个皱纹很多，歹将不久，就是在凡尘各边瓦固的死啊，这个歹将不久这个翻译的把他们这个翻成前后转过来讲。那么如何见比充盛之时，跟那个孩童的颜貌不能比。那么释迦牟尼佛就讲说大王，汝之形容应不顿朽，说你的这个形容应该不是很快就马上到达这一种那个腐朽的那一种程度。波斯诺王就回答说：世尊，变化密仪我们那个身体的变化密仪，我曾不觉不觉不知不觉，我们身体一直在变化。寒食迁流，就是这个冬天过去了，夏天来，夏天过去了，冬天来，这样千变流转，渐至于此，渐渐到达这个样子。底下呢就细数那整个过程。何以故？我年20虽好年少，颜貌已老，40岁时。讲我20岁虽然还阁真少岁，不过已经比10岁较老30之年又衰于20，30的时候哇，又比20岁更老。如今呢60又过于2，62岁了说观50时宛然强壮。我现在62岁，回想我50岁时阵，还阁真勇宛然呢很强壮。世尊，我见密仪虽持此肉，这个此肉本来是死亡的名称那么这边呢就在讲变化的现象。那么其间留意这个中间那个变化且现10年就讲10年中的变化。若复令我微细思维就是微细的来观察来想，其变名为一季。一季就是12年一季之中那个12年的变化也都很大实为年变不止是一季，一年就已经有变化了。其为年变亦见业化，不只有1年的变化1个月一样它也有变化。那么何止业化？不只有1个月变化，又兼入千一天一天又千变所以这个形容那一种那个观音音
我们那个时间的流逝啊，很细呀。沉思谛观，刹那刹那，念念之间啊，不得停住。又能够沉思谛观，静下心来观察，刹那之间啊，我们的念头一个念头一个念头啊，都一直延续啊，不得停住。故知我身呢，终从变灭，所以知道啊，这个身体一定会变灭。那么佛告大王，汝见变化千改不停，所以你已经看到这一种这个秘密的那一种变化的情形都能够了解。悟知汝灭，由这个现象领悟知道你会这个死亡。亦于灭时汝知身中有不灭也。说呢，在灭的时候在死亡的时候，你知道身中有不灭的吗？这个波斯诺王合掌白佛，他就回答：我死不知，实在呢不知道。那么佛就讲：我今呢示汝不生灭性。那我现在呢这个开示给你知道那个不生灭性的地方所在。底下呢就借着经过的事来讲，说大王，你年几时见恒河水？波斯诺王回答说：我生3岁我的那个年龄3岁的时候慈母须我夜岐婆天，就是他的母亲带他呢去拜那个岐婆天。岐婆天呢就是长寿天去拜这个长寿天，希望呢能够长寿。那么经过此流就是经过恒河尔时即知是恒河水。那个时候3岁就知道就是恒河所以他们那个印度恒河很有名对恒河又很尊敬。那么释迦牟尼佛又讲：大王，如汝所说20之时衰以10岁，乃至60日夜岁时念念千遍一直这个时间的经过都一直在迁化改变。则汝3岁见处何时？至年13，其水允何？你3岁见到的恒河水，跟13岁见到的恒河水有没有一样？波斯诺王回答说：13岁的时候如3岁时宛然无异那个水都没有变化了。3岁见到的水，13岁见到的水都一样，没有不一样的地方。乃至于今年62亦无有异到现在62岁见到的恒河水也是一样没有不同的地方。那么佛就讲：如今自伤自己很感伤，发白面皱头发都白了容貌皱纹很多，其面必定皱于童年那个面容一定呢这个比童年的时候皱纹多得很多。则汝今时观此恒河，以习同时观河之见有同貌不？所以佛就问波斯诺王说：你的面跟童年时候的面孔已经都不一样了。那么看到这个恒河水现在看到的跟那个往昔孩童的时候看到的那个看到的见性它有没有生出那个模同貌呢？就是已经有生那个模出来。各位了解吗？我们的见性会不会生同貌？
会生摸出来没？不会哈。所以是那个波斯诺王回答说不会是真无生见性里面啊没有生东西啦就是呢真清澈。那么佛言大王，汝面呢虽皱而此见精那个见精啊就是我们见性，精呢就是纯一不杂叫精，见精就是咱的见性本体性呢未成皱，就是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啊它的见性啊无了啦。那么皱则为变有迄个皱纹啊迄就是变不皱啊会变若无了迄就无变化。那变则寿灭会变化呢它就会消失不见。那么彼不见不变则言无生灭不变的话呢它就没有生灭。那么允何一中受汝生死所以那个不变者没有生灭为什么会在你的认知之中呢接受你那个生死？而由引彼目切离等就是外道所讲的话，都言此生死后全灭用的那个外道所讲的呢都牢记在心。那么王闻是言波斯诺王听到呢这个话，信之身后舍生弃生就知道呢自己身后就是死掉以后舍生就是舍掉这一生，去生又往下一生了舍生弃生。我们六道轮回都这样舍生弃生。那么已知大众踊跃欢喜得未成有所以这边呢我们了解那个波斯诺王只在意他那个死后这个断灭了他没有这个要求找到真心也没有要求呢要呢修正成佛所以只听到释迦牟尼佛讲说那个死后舍生弃生，他就已经很高兴了。那么这个时候阿难听到那个见性不昧所以又产生了他的那个疑惑，所以即从骤起阿难呢即从骤起。那么礼佛合掌长跪白佛说世尊，若此见闻必不生灭这个见闻就是能够看到恒河水的那个它呢都没有生灭。那么允何世尊呢名我等辈遗失真性，颠倒行事为什么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我这一些有漏者这个比较低层次的辈分遗失真性，然后颠倒行事这个有一点怪罪那个释迦牟尼佛责备的不恰当所以他又开始问了。那么愿心慈悲喜我成垢希望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能够呢大心慈悲洗我这个凡尘的污垢所以这边呢就是第四个十方显见的第四个显见不失。虽然颠倒，可是呢它不失掉。那么即使如来垂金色臂轮手下持，是阿难言：汝今见我母陀罗手为正为导这个时候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就自然两手下垂垂金色臂，然后呢他的那个手指就指向这个地上，
然后呢告诉阿难，跟阿难讲，说你现在看到我这个母陀罗手为正啊为倒？各位浅浅，我们两手下垂啊，是正还是倒？这样啊，是正还是倒？两手下垂啊，是正还是倒？我们平常都没有去研究这个问题，所以当佛一讲出来以后啊，我们也想了非常久，安尼是正是倒？然后阿难呢，他就回答说：世间众生啊，以此为导。因为每一次啊，阿难用自己的那个意识来回答，时常被这个释迦牟尼佛当头棒喝啊，所以他拉世间众生呢来垫底呀，所以不敢用自己的意识回答，说世间众生啊，以此为导，而我不知啊，谁正谁倒。这个自己都不负责任啦，拢推有别人，说这个世间人，然后佛呢，就随着他的那个话意呀，就跟他讲说，若世间人啊，以此为导，即世间人啊，将何为正？世间人拢讲安尼好做导，世间人讲安那好做正，阿难就回答。说如来是必啊，陀罗绵手啊，上此于空，则名为正。阿难甲释迦牟尼佛讲你手啊拿起来，比的天空那个比在这个天上，安尼就好做正啊。这个佛也很听话，佛即是必啊，叫拿起来就拿起来，那么告阿难言，跟阿难讲，若此颠倒啊，手尾相换，我们这个双手下垂的时候啊，各位就可以看，手臂在上，手指在下，然后呢，我们一举上去的时候啊，手指在上，手臂在下，是不是手尾啊相换？手尾相换，所以佛讲，说若此颠倒啊，手尾相换，知世间人啊，一辈啊，沾湿。这个手臂啊，没有一定的正，一定的倒，没有一定的正倒了。然后我们以为手臂有正倒，已经是1米。那直轴啊，上视为正啊，下垂为打，那个又加1倍啊，倍米呀，米上加米，往上呢加往，这样了解意思吗？都已经唔对啊，个唔对，顶头个咧用心，佛就是这个意思，1倍加1倍的沾湿。则诸汝身呢，以知如来清净的法身比类花明，所以从这一个观点知道你的身体跟知如来已经证悟的那个清净法身比类花明，就是拿来相比，这样的就发现明了，如来之身名正偏知。汝等之身呢，好性颠倒，这个如来之身呢，就是正偏知，所以呢，我们了解那个正知我们了解说，这个心包万法，偏知就是万法为心，所以正知偏知，那我们众生呢，好性颠倒。因为执着心是在身内，然后法居这个心外，这样呢就叫做好性的颠倒。那么随汝地观呢，汝身佛身，称颠倒者，名之何次好为颠倒。所以这个佛呢要这个阿难来地观。
这个仔细的观察，说我们众生之身跟佛身，这个称颠倒者，那个名字何处啊？号为颠倒。那么以使阿难啊，以知大众啊，邓蒙瞻佛，目睛啊不顺，不知身心啊颠倒所在。所以这个呢，我们了解说，这个一般呢，我们都很少去探讨的，这个内容。所以这一段呢，我们就是要了解，那个颠倒的名啊，虽然是在我们这个身上，可是呢，那个真理啊，义理，就是从我们的心。由心呢，这个起颠倒，所以啊，身上呢不知啊颠倒相之所在。那么其相啊，更不在心。那个义理啊，乃在于啊我们的固执。由迷真呢起固执，才称为颠倒。而心呢，实不依之啊，真成颠倒。所以在心上啊，也不知颠倒相之所在。那最终呢，我们了解说，非可相求啊，那个颠倒不是有形有相的东西，只可以从义理来追求。因呢迷执固执了而说颠倒，然后我们呢迷执固执也不是有相的东西所以不能够指其相之所在。所以这边呢那个佛一讲这个阿难达以及大众都不知道这个佛所指的是什么样的地方所在颠倒。那么佛心慈悲，哀悯阿难呢，及之大众，发海潮音遍告同会。这个佛心呢，这个慈悲说我们众生真的都蛮迷昧都是认妄为真，所以心慈悲，哀悯阿难及之大众。就是可怜这个众生。然后发海潮音这个海潮音就是呢这个即时海潮它都呢这个浪一来都会这个即时，所以海潮音呢就是这个即时之音。那遍告同会，就是普遍的告示一同在这个楞严法会的这一些修持者，知善男子佛常收眼，摄心之眼及心所使，知所眼华为心所现。汝身汝心呢，皆是妙明真经妙心中所现物。所以我们这个了解到佛在这个地方呢，就把凡尘的所有山河大地所有万象全部呢都讲，就是我们的真心所呈现，都是妙明真经妙心之中呢所现的东西。所以这边呢就是讲这个法性法性中法性全部这个色心知眼及心所属，知所眼华，全部呢都是唯心所现。我们的身我们的心全部都是妙明真经妙心之中所现的东西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之所以这个追求性理心法所讲的万象万事都是我们佛性所生发，它的根据来源就是这边。那我们了解这个是法性，那么法性只有一个，可是法相
就有五位百法。五位百法，五位就是色法、心法、心所法、不相应法跟无为法，五位五个。那呢，我们要了解说，这个五个五位把凡尘的所有万象、万事都收纳在这个五位百法里面。那或许呢，之前就曾经有讲过这个五位百法，那个时候呢，承蒙那个坤道典师也印那个书面资料给我们，有没有？不记得了啊，算已经蛮久了那或许把这个五位百法的内容全部解说，要不要？这个五位我们先讲第一个色法。色法、心法、心所法，就是心所使用的方法。心所使用的最多了。色法有11个，心法有8个。心所使用的有51个最多，然后不相应法有24个，无为法有6个，加起来刚好100个，那100个就是包含凡尘的所有万象万事。那我们先从色法讲，色就是形象那形象呢？在凡尘来讲有11个，就是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5个了，对不对？然后6尘，色声香味触法，5加6 11个，凡尘的色法就是这11个啦。所有的万象超不出这11个。都全部在这11个里面就是色法像呢那个6尘的第一个色，它包含最广。然后呢心法有8个，各位浅显8个是什么？就是我们8识8识知道吗？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8识，这个就是心法。心法呢有8个，然后呢那个心所心所法，心所使用的法有51个。那51个里面呢又分成5遍行、5别境、11个善法、6个根本烦恼、20个随烦恼，4个不定法。那20个随烦恼里面又分成大中小，大有8个，中有2个，小有10个。那我们现在呢，先从那个5遍行先讲5个遍行。遍行在我们心所使用的里面，心所使用的里面呢，我们就是了解说它呢就是非常的那个宽广遍行5个遍行遍行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所以那个呢是最重要。之前我们都有讲过一点印象都没有嘛？有没有？有有，那讲讲看，5遍行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作意，工作的作意念的意，作意它是遍行在我们那个心所里面。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触，接触，我们接触它就是5遍行里面的那个第二个
第三个啊就是受，接受感受，然后第四个啊就是想，想念的思想的想，然后第五个就是思，思想的思，这个叫遍行，遍行在我们的心手里面。然后五别境啊，第一个呢就是欲望，我们的那个欲望。第二个呢就是圣洁，圣洁啊，就是对我们所关照的景象决定认可，不可怀疑啊，一怀疑圣洁就没有了。然后呢，第三个念，第四个定，第五个慧，念定慧，这个叫五别境，要个别的景象。然后呢，有11个这个善法，心手识里面啊有11个善法。第一个呢就是信，相信自己啊不生不灭的佛性，信。然后禅慧，无贪无嗔无痴，然后精进心安不放逸，然后行舍跟不害，11个善法，善法有11个，然后有6个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我见。你看我见啊列入根本烦恼，所以那个我见啊，就是邪见，不正确啦，这个呢是属于6个根本烦恼，然后有20个随烦恼，随着我们心所烦恼随，那有大中小，大有8个，8个就是我们了解到那个随烦恼呢最重要，就是调举。还记得调举的意思吗？我们把心举得高高，让它不安，这个叫调，心都掉了，把它举高，让它都不在了。比如讲我们去买那个9.6亿的刮刮乐，心有没有掉了？都一直想要丢心都没去啊，那个叫调举，所以我们了解那个调举就是使我们的那个心不安，不能够安定心都不能够安定，那个呢这个是最重要的。那我们不要在日常生活之中呢不要把心这个举得高高的，让它呢不安定，所以不要有这个调举，这样了解吗？因为我们最少使用调举的这个名词很少用，对吧？所以一讲呢我们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不知道了。一讲出来下面有这个调举，这样知道了吗？所以我们就是不要这个调举，一调举了以后时时刻刻呢，我们的生活就好像悬在那个半空中，所以不要不要有那个调举的那个事情呢，在我们生活之中。就是要了解那个重要性。然后呢这个第二个是什么？不是都有听过吗？懈怠，懈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完成的事情要有成就都要精进那懈怠的话一定呢成就不了。可是我们最容易
有这个身体呀，那个懈怠是很容易就产生很容易产生了这个懈怠然后第三个昏沉，这个昏沉啊，就是咱的那个精神不济呀。可以有没有昏沉的时候？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昏沉啊，就是精神不济，昏昏沉沉，很容易就形成，对不对？那当昏沉的时候啊，我们有没有那个那个觉在不在？昏沉的时候啊，觉在不在？那不觉叫什么？叫无眠啦。昏沉的时候还叫昏沉，那就同一个名词了。不觉啦，不觉就是无眠所以我们了解就是无眠。然后呢，这个第四个叫做幻意，幻意知道吗？幻意啊，假如说我们坐那个大众运输啊，看到那个两只脚啊，然后伸得直直的，有没有看过？那个就叫幻意，放纵自己的意念，幻意，所以我们了解那个都蛮生活之中啊，蛮会呈现的啦，都会让我们这个走路啊不很这个修持方面啊不很正确的那个方向，所以不能这个放逸。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那个是属于心所使用的那个随烦恼里面所呈现的然后呢再下来就是这个思念。思念我们念我们不是保持都没有念头就叫正念吗？我们思念就是拢规个六神无主思念。然后第七个就不正那个散乱然后最后一个呢不正知，就大的有8个，中的倒比较容易记无惭无愧，惭愧没有惭愧随烦恼的2个中的。那小的随烦恼有10个10个。第一个就是愤，一个分底下一个心，然后第二个呢厌愤的愤，立心边再一个梗愤，然后第三个覆砍起来覆盖覆第四个就是懊恼然后第5个嫉妒的嫉第6个悭贪的悭悭，然后呢第7个陷，第8个害陷害第9个骄傲的骄还有一个什么倒是记得很好，没错，就是狂然后4个不定法第一个就是后悔第2个就是睡觉的睡，第3个呢就是寻找的寻第4个就是事，一个人字边在一个总司令的事事这个4个不定法这个是20个随烦恼里面所呈现的。然后呢不相应法有24个，就是不跟心法相应，也不跟色法相应，它就是独立
那或许先把它从头到尾念一次：得命根众同分一生性，然后呢无想定灭尽定无想报，然后名生俱生闻生生住老，然后这个生灭流转，然后同义相应，然后这个世数次第，然后这个时间的时，方大方的方，以及树木的树，然后和性跟不和性24个。我们再来一个一个解说它的意思。第一个呢，得，我们得到了，得到跟失去它是相对待，所以这个得呢，不跟心法相应，也不跟色法相应，它是独立的得。然后我们呢，命根，我们生活在凡尘有命根，然后众同分。众人大家都一样，那个共识众同分，然后异生性，异不一样，然后生性生出来，异生性不同，然后呢，那个受想定灭尽定，这个属于我们修的定力，也跟色法心法不相应，然后呢，再接着下来就呢名，我们那个名称名字的那个名声，然后呢这个句，一句一句句声，然后文章文声，3个，接着呢生住老是属于我们在凡尘的生，然后住相。老年岁大，生住老，然后无常流转，无常一个流转一个，然后呢同义，同跟义不一样，然后相应，相应也不属于心法，也不属于色法，所以它不相应法里面，然后呢再接着世数。世就是势力势力适度的适，然后这个次第一个接一个 one by one 次第，所以呢我们了解这个都在不相应法里面，然后呢接着就是时间的时，然后方大方的方，然后树木的树。手，然后和性跟不和性，24个不相应法。然后呢，第5位的无为法，那无为法有6个，虚空无为，然后则昧，显则昧，非则昧，然后呢，这个不动，然后呢受想昧跟真如。这样呢，整个5位刚好100个法，5位百法。刚才那个释迦牟尼佛讲说呢，色心诸缘，色法心法以及呢诸缘，心所跟不相应跟无为那个都属于资源，所有的因缘，以及心所属。亲手使用的方法，诸手演法，全部都是唯心所现，都是我们的那个真心所呈现这个呢就是万法唯心，心包万法。之前我们师长都会讲，说我们无念的时候叫做什么？叫佛知佛见，对不对？那佛知三际心不可得，佛见不执着一，不执着义。有没有印象？好像是忘光光了
所以有时候啊，我们了解说，一研究深入了以后啊，有蛮多的一些啊，那个内容名词啊，我们有时候连听都没听过了，他没听过，当然就不知道他的意思啊，他不了解了，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做？那更差得很远，所以我们要做啊，都是要先了解，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就是我们这个农历年的最后一次上课了，下次上课啊，已经过年元宵以后啊，2月11号。2月11号就是明年第一次上课所以在这一段期间我们就可以这个拟定方向目标，背一背我们想知道的真理。假如说我们利用这个过年的1个月时间把这个5味百华都背下来，可不可能？明年有没有那个勇气说，我来背给大家听？有没有？5味百华。因为我们知道了以后就会了解说，完成的万象万事离不开这个5味色法、心法心所使用的法、不相应法跟无为法，绝对在这个里面。那我们有背的时候，知道是它的范围到底有多宽广。那我们了解以后对真理的那个认识有非常大的帮助。就不会含理糊理我们时常都会含混，对不对？拢是安尼啦，都安尼就对啦，都安尼，拢个夹夹做伙啦，有没有？那我们假如说对这一些比较深入的话，会知道他每个角度所讲的都不一样。那我们不一样的角度有不一样的作为，那成就也以不一样的程度所以那个也是帮助我们自己，所以或许之前就已经有讲过了，因为在北部这个楞严经有讲过2、3次所以那个时候也就有背那个5味百华，现在呢又把它这个恢复较早所背能够改复习，所以不但能背，而且能解说。我们很多都是背背的时候会了，可是一解说以后解说完了糟糕，下面个讲的下面全不会记，时常都会有这种现象。所以背了很熟以后就不会了他一个会接一个。所以这边呢，我们了解说佛所讲的就是凡尘的万象万事都是我们的真心所呈现这个呢我们要接受也是要一段时间，对不对？你看我们已经上课2年多了接受这个观念是不是刚开始听说哪有人安尼什么山河大地拢我的佛性，很奇怪我们都会说山河大地跟我有什么关系？怎么会全部都是我的佛性？可是我们一研究了，一深入了以后没有真心佛性就没有山河大地，所以整个万象都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真心佛性虚空无相，不拒绝诸相发挥。所有的万象要发挥，我们佛性都不拒绝，都让它呈现。那万象的呈现跟万象的那个消失时间呢都很短暂，
不过100年而已啦。那100年在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来讲，它只是一个刹那，一刹那，很短暂啦。所以我们了解说，为什么会生花？生花呢，就是众缘际会，然后才生花。之前啊，或许还记得说，在义佛宫有上过一堂课，那个时候啊，就是用这个。我讲大家拢有双手啦用的时阵手摸拍，了解道理啊。你看咱拍谱的声对无？这个声的来源啊，为倒来？为正手来？正手会出声未？去倒手来？倒手会出声未？为空中来？空中会出声未？无音家己走出来，无音会出声未？拢袂你看众缘际会，有正手，有倒手，有空间，有咱的心，声就走出来啊，对无？所以梵庭的万象跟万事，拢是安尼啦，众缘际会，它才呈现，叫缘际则生啦。即摆缘散你无咧拍，则灭就无去啊，对无？咱知影这个道理爱顾及啊免，拢唔免啊，对无？万行拢是因缘集合才出来，万缘啊消失就无去啊，咱哪着顾及？顾及害着啥？害家己啊！害家己拢足烦恼的，对无？有没有？咱若拢无讲迄个缘起则生，缘散就灭了，过了就过了啊！不要有三心四相，不是整个佛性拢呈现啦，有无？所以当下的一念啊，万万年拢伫内底，万万年拢伫咱当下一念。咱若有三心四相，咱就拢伫六道轮回。爱是苦嘛苦为了，苦为了相找，家己找来对无？咱就拢家消掉，这苦为了，拢家消掉，迄是咱家己找来。迄景色已经拢变换，咱固执伫迄旧的景色内底，还阁固执条条，有无？拢安尼迄甲咱骂的人，毋知拢走啊倒去，咱伫咧骂的迄个内容内底，还阁气甲安尼阿妈滚筋大细条，有没有？真戆真戆啊，真巧。毋过咱也无去佫会用笑。所以我们了解到在凡尘我们走入呢这个真理世界，所以一进入以后咱就要了解，别人好歹是非都免讲啦，伊做足侪功德毋分我啦，伊做足侪罪过我毋免去甲担啦，安尼爱去讲人的是非也免，毋免啦迄无效咧所以迄就拢莫讲。拢过去啊，迄拢无，所以观恶缘是功德，迄无代无志甲咱灵灵咧，甲咱骂骂咧。我们想一想哪会安尼？是安尼甲咱骂骂的是啥物原因？原来就是咧甲消一寡业，甲消一寡罪。咱若甲伊对立啊，就是无爱互消啦。平常咱拢安尼咱拢顾一条条，我的就我要甲抹条条啦。我的罪过，我的业我拢要甲抹条条，你免甲我消啦，是不是这样？好像是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喜欢骂人那个自己就是不明理，不明理才爱骂人啦，对不？
不明理的人有可怜啊无？可不可怜？很可怜哦，看他跋落去古井，咱唔通摸石头搁甲沉落去，哦，所以咱知伊可怜就好啊。伊后日啊迄个景象，伊咧甲咱骂，咱伫咧看伊可怜，这样会怎么样？那个旁边有手机照相的话，赶快照起来。一个接受嘲骂，一个骂人，然后那个被骂的人很高兴，骂人的人那个气势啊，足强诶，一定食足济迄个五辛啊，五辛知影？讲看卖。长安菇菜，因为那个五辛啊，会帮助我们发威啦。你若拢卖食你咧受气迄个面容拢袂歹看，好看好看。你若有食迄五辛迄个受气因为帮助你啊，遐食遐物件帮助你，发出来迄个威形真重，看到会真恐怖。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要培养这个素食？食素食一方面无甲这下等动物结恶缘，一方面培养咱迄个慈悲的心。慈悲喜舍是咱佛性内底本来就具备，本来就有。可是我们现在大概都拢唔知讲咱佛性有具备慈悲喜舍。慈就是娱乐，给人家快乐；悲呢就是拔苦，把人家的苦拔掉。然后随喜功德是无边要随喜，人家好了要高兴。然后舍就是布施，什么都可以给人，这样呢就不执着，就呢很快乐的生活，所以我们了解说，佛性里面就有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本来就有，可是我们现在都没有，都没遐啦，所以这一阵子要看那个老子的那个天运，老子在讲那个中无主而不止，有听过吗？我们中心没有主人那个道不会停留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听过爱记啊，我们听过拢你等于家人较远过你大顿的啦。然后我又背着回去了，难怪每一次都那么重。所以那个老子讲的那个道理都是很简单，很扼要。说我们中心没有主人道就不会停留在我们身上。然后外无正而不显，外面没有正念你就无法度走出来，所以走出来拢跟真理相符合，你才能这个做得出来。然后那个名公器不可多取，咱拢爱名对不？爱真好的名，爱红学乐迄个名声老子讲迄公器，公共的器物不可多取，袂使摕伤济啦，一时就好。然后呢，仁义先王之取辱，迄就是先王迄个因迄个传递信息，咧休困的迄个驿站咧休息的房舍，只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会使住一暗，袂使住伤久啦。所以那个仁义。然后这个古之智人，古时候的智人
那个假道于人，偷朽于义呀，就是啊，从那个道里面的仁义然后去行持，然后这个以有逍遥之息，然后适以苟简之田，利于不殆之朴，逍遥呢无为，然后苟简易养，然后呢不殆无出，就是说呢，我们要培养那个无为的那个生活，无为无所作为，然后苟简易养，苟且简单就好吃的啦，身体佫健康，咱即摆食了伤好身体毛病真济啦，食愈简单身体愈健康，愈长寿，不殆就是不磨砺。不磨砺的话我们精神就不用付出，它就会完整。咱拢付出神都散了啦。所以老子讲说，以富为士者不能让路。就是伊拢爱就爱趁钱就爱累积财产，伊迄个别人迄个要趁钱的迄个路伊拢袂去让人伊拢要占的家己趁。那以显为士者不能让名，显明显，你若安尼直直追求要出名，你拢迄名拢袂去让人，讲啥的名，若比你较好安尼较侪人学了，你就嫉妒有没有？我们都会这样什么人好安尼大家咧学了迄内心好安尼，已经嫉妒唔好讲然后亲前者不能喻人扁，就是讲你若爱管拢六条条你就袂放管互人然后而一无所见，对这个道一点点都没有去体悟。一就是道，对一无所见，就是没有去印证那个道。那么以窥其所不修者是偏之入冥。看一下无用是咧创啥？原来就是上天伫咧刑罚人民啦。咱若接受上天的刑罚，就是咧追求钱、追求名、追求权利，迄个已经咧上天惩罚。这样了解意思吗？那个是在庄子的天运篇里面第5小段，那一段也蛮对我们帮助也是蛮大的。因为孔老夫子研究易经已经有12年，可是还没有得到。那我们现在的人研究的时间都没有那么长可是都会称为自己都已经了解了，就可知道我们那个差的那个程度很远。那我们要回来讲这个楞严经。还剩下20分了，各位有没有很多问题要问？没有，我们再讲个10分钟，还是要留给各位问，或者都鼓励有疑必问，才会进步得快。好吧，我们再讲个10分钟释迦牟尼佛讲说，允和汝等遗失本妙，那个本来之妙，所以我们了解我们那个真心佛性就是非常的这个奥妙所以佛呢就讲说为什么我们这个遗失本妙就是呢这个责怪这个阿难及大众遗真呢任妄。就是遗失那个真的跟妄的那么前面呢阿难有问若此见闻必不生灭，因何名我等辈遗失真性所以他的意思阿难的意思呢不知以何因缘收为遗失
那么这一段佛现在讲这一段，文和汝等呢，遗失本妙，言妙明心呢，保明妙性啊，任务中迷，就是他那个遗失那个真心的缘有因缘。那么由颠倒而说失啊，因为颠倒，然后才讲这个遗失失啊，本来就没有遗失了，可是好像我们都不知道啊，不认识啊，就好像失掉一样。所以我就讲就是这个本妙，它本来自妙了不假修为，不用我们修呢，它就已经很妙就是我们的心性啊，本来这个自妙。那么再讲这个言妙啊明心这个言啊就是我们那个本觉造用言容呢囊测言眼觉造用，因为言后面加那个妙就是从妙呢起名，那个妙就是不变之体然后后面那个保名那个名就是随缘之用所以不变之体妙在前面，然后随缘之用名在前面言妙保名，先了解他的那个意思吗？了不了解？言妙就是呢在讲说本觉造用，我们那个本觉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妙不变之体不变之体就是妙那后面那个保名那个名就是随缘之用所以先讲那个本体言容那个言妙明心，是从妙呢起名，就是呢极而常照用极或是用妙都是讲不变之体极而常照那个照就是随缘之用。那么保明妙性保就是本性这个集体清净呢坚实乃极明而妙那个明就是照用照而常极这一些就言妙明心保明妙性就是我们心性的全体大用佛都是这样的，我们众生也是这样，只是我们没有认识而已这个原本都是自己本有的这个家珍家里最珍贵的东西我们都遗失掉。那么最后一句任呢物中迷任呢就使以这个颠倒的那个执固执的我们那个情绪不当任呢而任呢这个悟者就是领悟万法为心心呢能够包万法，那迷者呢就是迷这个法皆在心外，那么心呢就在我们身中所以我们众生呢应当要反迷归悟。那么允何呢竟任呢悟中一点迷情为自己的心性这个呢就是这个颠倒其为遗失呢真性。那么更执着任了这个迷情以为真心，这个就已经使以任物为己，任呢所有风土就是我自己认为身体四大假儿是我，已经呢就是迷上呢加迷就是被迷，即是颠倒之中加一倍的那个颠倒。那么心的迷雾跟手臂这个正道来对论其理很容易了解。那么心呢本来没有迷雾而说迷雾如手本没有正道而分呢这个正道。那么它的病所在全部是在
固执那个执啊，这一个字，我们固执这个执情啊，假如说能够化解掉，就变成正偏执，那执情呢，不化，不把它化解，就变为性颠倒。那么见呢，虽迷子颠倒，而真心呢，它不会依它真的颠倒，所以好像我们人迷东为西呀，那么东呢实在不会转成西呀，只是我们人的认知不同而已，所以了解这个凡尘事我们这个知道正确的呢并不多了，很多都是这个一知半解，那么接着呢就讲这个毁灭为空，空回暗中呢这个结暗为色，所以这边呢就已经在讲我们那个一念无明生三系，那个毁灭为空，本来是真空了，变毁灭空，那毁灭空就是完空，在空为暗中呢就会结暗为色，就变成山河大地山河大地的由来，它的那个因缘就从这个地方就已经开始在讲，所以我们了解说整个楞严经呢就是佛在讲我们的那个心性呈现在凡尘的所有一切讲得最透彻的一部了一部经典呢就是这个楞严经，所以那个底下那个小的字乃由最是一念的妄动一念的无明迷这个性名成无明，所以叫毁灭。那么由此无明将这个灵明洞彻的真空变为毁明暗昧的虚空是为业相。这个时候这个业已经形成，这个就是从真起妄就是经典里面呢所讲的迷妄才有虚空然后呢依空呢立世界那么空为暗中呢这个结暗为色，在这个完空毁灭的暗中互依呢这个无明之力转我们本来有的那个智慧之光，也就是般若为能见是妄见，所以能守从这个地方建立所以是第二个转向。那么以这个空为暗中呢亦有所见，而业相亦无形象啦，业相没有形象，所以本不可见没有办法见。然后呢我们眼睛瞪以花劳就看到空中有花，所以结暗净而成四大，所有风土之色，变起山河大地世界依报正报是我们身心依报呢就是外面的景象，外面的环境，所以就讲结暗为色是为现象，有业相，有转向，有现象就是我们楞严经所讲依空呢然后立世界，世界有了以后想成国土有世界有国土然后我们众生就这个出现在国土之上，所以和这个业相转向这个现象三相为这个三系就是阿赖耶识以上的这个色空等法迷则误认虚空世界心外实有不知道就在我们的个真心之中。那接着色杂妄想那个我们要明年再研究了因为只剩下10分钟留下10分钟呢给各位提问有疑必问
好，请说。比较有感觉我们说万年万象万年万象一念之生只是《金刚经》它第7话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这两个有没有冲突？好，请说。这个金刚经》所讲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个应无所住也就是万年的放下。一切都无所住，因为有所住它就把范围缩小。那无所住我们那个佛性尽虚空遍法界很宽广所以应无所住就是万年放下。然后呢，而生其心那个就是真空妙有。所以真空妙有就是我们佛性的本体，也就是一念不生的状态。所以那个我们要了解说，只是文字不同，它意思是一样。那个应无所住是最重要的。那我们能够万年放下，就是一切都无所住一切都无所住才叫做万年放下。那我们在《楞严经》里面讲到7次生心处，心的地方所在。那么这7个地方所在就是我们凡尘的所有境界相，所有的境界。最后一个甚至连没有形象的也包含在内。所以不管有相，不管无相，一切呢都无所住。一有所住就不对了就已经错了，离开呢佛性本体，就变成佛性的功能作用了。佛性的功能作用我们在凡尘用，可是用了只有一次。像或者讲我们呢以那个我们的嘴巴里面的舌头表示说它不变之体。那我们吃花生、吃甘蔗、吃梅子、吃面、吃饭，那个是随缘之用。那随缘之用我们要了解说，当我们花生吃完了，那个花生味道就消失了，那个就是随缘之用的用，它只有一次袂讲你无咧食土豆，土豆味还拢嘴拢滴咧几若工，拢有，袂安尼啦。所以那个用只有一次。可是体你看咱的喙齿伊即摆拢无食什么时恢复甲不变之体又回来回来不变之体。你即摆个食什么个什么味个造出来，又个随缘之用。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保持那个体我们掌握到体，那随缘之用就那个事来则应事去则静。用的时候我们就用，该用就用，那个已经用过了就丢，用过了就是把它呢抛开了，不住在我们心里面。这样呢，我们这个心就清净。时时刻刻它能够极而常照，照而常极，极照同时，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这样了解吗？极照同时，极不变之体，照随缘之用，它同时都是同时呈现，同时呈现有不变之体，同时呈现有随缘之用，那我们都能够了了分明。这样知道吗？所以金刚经的应无所住跟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万年放下，它是一样的。你无所住是不是已经没有万年了？对不对？万年都已经放下了，就无所住了。可是无所住会变顽空，所以而生其心。
耳生其心啊，就是有在无所住的真空之中呈现啊，没有形象的有，那个就是佛性本体，也就是即照同时。这样了解吗？了解。听久了一定会熟，一定会足熟啦。你直直个听久了足熟，熟熟就必然的呀。这样呢，能够在真理世界之中呢，讨生活，就会很自在。还有5分钟，好，请说。好。什么叫做火候不够？那如何培养火候呢？好，请说。这个火候你有煮过饭吗？迄饭若当咧煮绝对唔通去掀的。你若去掀迄餐饭活敢害啊歹食。所以要火候够。像或许那个小孩子的时候啊，煮迄个大鼎迄个饭用超音啊。丢啊挂挂咧，超音摕来做迄个茶火。即马拢要煮饭啊，米洗落去，手都接水啊，都淹到手半满，安尼水拄啊好啦。挂甲坎咧超音就响。即马响听内底啊，水滚啊。即马声无去啊，水大啦。水大的时阵都唔当搁响烈火，即马搁响烈火就超伟大。所以迄个时阵啊，就安尼迄个安尼温啊火，用文火互伊烘。即马烘甲迄个饭的味汤味拢走出来，迄就熟啊，迄就火候有够。你若要去等咧啵，迄火候还未够。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当我们做万年放下，那个刚开始的时候是要认识啊，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个时候当然谈不上火候了。你即马已经抓到佛性本体啊，即马搁落搁接落去，搁再做万年放下，搁一念不生，迄就咧培养火候啦。你即马迄个火候一直培养。培养的中间它一直累积。本来那个培养出来开始啊，就是直心啦。这么个来就必身心，个来必大悲心。那个大悲心的成就了，迄火候的拢有啊。所以火候有的时阵你就能够这个事还没有来，你都能够去感应到。就是会事先有第六感，然后会有一些是佛性的功能作用，我们讲神通，都会呈现。那个是有火候以后才会有的这个现象。所以假如说我们刚开始做都不会有啦。只要我们能够掌握到那个佛性本体，那往后就会一个一个一直呈现出来。你不用心去做，只有安尼蒙一个一个轮廓给你蒙掉你就该放弃，那就谈不上火候了。所以火候就是要培养，就是久的时间对的方式。跟真理相应的对的，你要坚持去做，久了自然的火候就呈现。还有2分，好，请说。刘老师好。或者是想请问何谓不空如来藏？何谓空不空如来藏？好，这个呢，第一个空如来藏，就是全部都是真心佛性本体啦。那个叫空如来藏，是实以我们偏真，偏在真的方面。那个不空如来藏就是跟凡尘的现象已经融汇合成一起，它已经呢进入还俗，所以空如来藏就是真谛的，然后不空如来藏就是俗还俗的俗谛。然后空不空如来藏就是中谛，
所以了解说，我们呢，就是到最后的那个空不空如来藏，那个中道而行，都很生活之中很符合真理。那我们偏空的话，那个空如来藏，就是在佛性本体我们很注重，就会变成阿罗汉独善其身不想兼善天下。然后不空如来藏，它就跟凡俗融在一起，它有要兼善天下的心，可是比较着重凡尘的一些事物。然后到达空不空如来藏，那就已经很理想的状态，是这样的。我问的人走一走，这久也无看，这样了解吗？到了下课。五味百华有两面，不同时间写的，那个解说里面内容的解说不同角度，不同时间写不同角度，那个五味百华在那个不相应法有24个呢，里面或者少写一个，就在那个方大方的方前面有一个时间的时，各位可以把它加上去，时间的那个时，加一个时才刚好24个不相应法。那个时没有写就少一个，只有23个。五味百华不相应法，有没有看到？不相应法，我们算一算只有23，就是少一个。一个呢，就是在大方那个方的前面有一个时间的时。有没有不相应法？第4个，第5个无为法，第4个不相应法。不相应法少一个就是呢时间的那个时，在大方的方前面。有没有找到？找到了因为我们过年前是希望说过年1个月的时间能够把它呢这个五味百华都能够背下来。五味百华搁浅过年1个月背了几个？有没有50个？百华全部都背下来了。因为我们在凡尘就是有2大系统，一个法性一个就是法相。那么这个五味百华就是法相，所有的凡尘的法都在这五味百华里面。所以我们五味百华了解就了解凡尘所有的万象，万象呢都在五味百华里面。包含在五味百华，所以有那个色法，有心法，有心术法，然后有不相应法跟无为法，5位5个，那5个的底下呢，我们把它算呢刚好100，那个心所法就是心所使用的方法。那个最多有51个，那51个里面它分成呢5片行、5别境，11个善法，6个根本烦恼，20个随烦恼，4个呢不定法。那20个随烦恼又分成大、中、小，大呢有8个，中有2个，小的有10个。
所以这个呢，五味百华已经包含我们凡尘的万象，全部包含。所以刚才或许有讲说两大系统，一个法性啊，一个法相。那么法性呢，我们就是了解在我们身上来说啊，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那为什么我们会说呢？这个法性，因为凡尘的万象都是从我们的真心呢生发。我们呢上个过年前上次有讲，万象都是我们真心是我们真心所生发出来。那生发出来，我们讲这个佛性本体的话，我们听起来就会怪怪，所以就讲法性，这样懂吗？所以两大系统，一个法性的，一个法相，就只有这两个。那我们全部了解呢，大概完成的所有万法都了解了。可是各位一定会很纳闷那有没有全部了解？没有对不对？所以就又我们呢又要欣喜这个楞严经呢是释迦牟尼佛示现在凡尘的时候就直接讲性理心法。就是要我们都能够明心见性，透彻的知道我们的独一无二的不生不灭真心佛性，就是整个要透彻了解，就只有这一部经典那因为我们有预告说这一部讲完以后要讲维摩诘经，有没有？有。那或许已经把维摩诘经都记下来了，各位有没有拿到都没有好像断层了后面那个箱子里面呢，整个都是维摩诘经。那为什么或许会先把它记下来？因为在或许的讲经说法之中都已经这么久已经有大概将近50年的时间在讲经说法，最深最难讲的就是维摩诘经，最不容易讲解就是维摩诘经，而且它很究竟。一个维摩诘，它示现再加基数，就是凡人。那一个释迦牟尼佛就是出家修正成佛。所以一个在家，一个出家，两个角度不同，然后两个互相惆怅，就是互相把那个重点都提示。我们在凡尘要重视什么，然后我们修道脱离苦海要怎么修，都有交代。所以那一本经呢非常殊胜。他或许有把那个里面经的本文比较呢不容易了解就在那个空地旁边把它注解下来。所以我们事先看的话，就可以事先了解说那一些比较没有时常看到的经文，它是什么含义？这个倒是蛮重要的因为以往我们接受我们道场教育那个受持读诵金刚经，我们不是拿经典在受持读诵嘛，对不对？可是后学讲解就不一样，各位有没有听进去受呢就是受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然后持就是把真心佛性本体拿出来用，叫做受持，是不是跟文字都不同了？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往内那个才是正确的，往外我们去受持拿了一本金刚经没有用那你放下来都全部没了。
那我们从我们的佛性本体出来，我们能够接受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我们就当下就是佛。所以那个受就很重要。然后持就是要用，把佛性本体功能作用全部都表现出来，在日常生活之中，这样的受持才能够我们自己是不是得到利益？然后读诵就是要利人，要帮助别人，所以受持是自利，然后呢读诵就是利人，能够自利又能够利人，能够自觉又能够觉人，觉醒就可以圆满，觉醒圆满就成佛了，这样了解吗？所以4个字对我们作用就很大。然后或许把里面比较少看到的一些经文旁边都有注解，像说深入缘起，我们要深入深深的进入因缘怎么起来，现象怎么来的，那个我们深入缘起就会把怎么来的原因找出来。那我们能够找出我们生出现象的原因，我们就可以去掉它，不要它呈现现象。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归还到我们每一个都是佛的本位，就已经都回来了，回到家了。我们郭老师真用心或者迟到这2天才看到那一张浓缩版的老师的墨宝，各位都有看到吗？真的是老师写得很棒，对不对？老师又提起你要的话一定要看那个 DVD 要听CD 要听 MP3，就是要研究心理心法才可以要。有没有推广得很极致？有没有？真的是很用心，对不对？那各位了解是我们福气老师在北部一期也不收，所以或许就像我们同一公要个几千份，做什么？给北部的道亲看一看老师在南部提倡的情形。那老师为什么把北部放弃了呢？没有，怎么连一点纵然不借窍有开沙，怎么开沙的时候连一句也不提？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北部的善因缘不记住。那我们南部就是很淳朴，善因缘很足，所以老师很疼爱我们这一边，对不对？没有感觉都要我们能够研究，能够自己有信心可以成佛，可以成道。老师又一直强调我们点到那个点到词里面只有18000逍遥，18000以后因果都要自己承担，对不对？所以研究心理心法以后我们就从那个因都透彻了解，因都不造了就没有果报，就当下都解脱了。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回归到本位，都是佛菩萨，每一位都是佛菩萨。可是我们现在呢，就是被我们自己的知见障碍，我们的知见障碍我们不能够呢成佛，障碍我们不能够呢当下就能够具备万年。我们现前一念具备万年，可是我们现在的现前一念，各位浅浅什么念？
我们跟我们最亲切在一起的念头啊，什么念头？是不是过去心、未来心跟现在心？对不对？都是在想过去、想未来、想现在，都是在现象里面，所以那个就没有具备那个时事古今不离当念。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佛性本来都呈现，跟佛菩萨没有两样就差别在我们的见解自己障碍自己，差在这里而已。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放下，我们能够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就可以回归到跟佛一样的那个佛性本体，可以发挥佛性的那个整体大用，都可以发挥出来。所以我们老师写的梦宝不是有2个放下吗？有没有？真的就是要放下，放下万年，放下就海阔天空了。因为我们放不下，所以烦恼很多。我们回想一下，为什么烦恼？就是因为放不下，因为我们住相，对不对？讲同和咧无一个甲我应。同心努力，所以我们这个明心见性也一样要同心努力，大家都能够明心见性，因为这个楞严经全部讲得很微细都是要我们明心见性，心明了因果不昧，见性了成佛无疑绝对不用怀疑。一定会成佛，是由内心产生的信心。那假如说我们对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一点认识都没有，那怎么成呢？就不会不会成那个成只是希望是不是这样？希望成佛，希望，那希望就很渺茫了。我们是可以掌握，我可以成佛的，各位有没有信心有。还不错了，这个都还很肯定。就是肯定自己的佛性本体。这样的话，成佛就是佛性本体所以我们一定要有。那或许在过年期间这一段就看那个淮海禅师。淮海禅师是七祖马道一马祖的徒弟那马祖徒弟这个淮海禅师跟那个普愿还有一个智藏他们3个同时拜七祖为师那淮海禅师就讲那个顿悟的法门然后或许一看说我们在这个一直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就是这个内容，所以就把它这个抄写下来，然后想一想说过年的时间多就可以这个静下心来看，然后就会有所领悟有所进步。所以各位要对这一章多用一点心，因为我们在这边假如说再来讲解的话，那个场面就不太适合我们讲。所以要就是要听那个内容，就是要像北部前线要那个 CD 或是 MP3，他们会录下来拿来这个听就可以。因为我们对万年放下的内容都还不是很熟悉所以有一些都还会问说在万年放下的时候看到什么，遭遇到什么，然后都很在意，对不对？那个就是没有放下，没有万年放下，所以呈现
我们佛性的那个前提大用啊，就没有全部出来，所以连那个敏感度啊，增加也不多。那假如说我们能够按照呢怀海禅师所讲的这个内容来做，那就从凡夫地啊直登佛地，直接到达佛地了。所以或许就把它呢抄录下来。那各要找原文呢，就在景德传灯录或是五灯会员里面呢有记载。那个都是我们历代修持者的经历。从西元0年啊，一直到西元1135年，这个期间啊，我们中国那个修道很兴盛，都会踏破铁鞋啊去找道，到各次去访道，去呢找怎么样修持的那个法门。那从那个密勒鲁巴以后啊，那个修道的风气啊，就渐渐的消失了。因为道已经隐藏了，就不见了。所以要修啊，就没有法门可以修。那我们呢，现在啊是沾到了上天大开普度，能够呢先得呢而后修，都很幸运啊。这么好的时机啊，上天又承认我们都已经呢能够得到了。各位有没有得到啊？我们都得到了。得到呢，可是我们脾气毛病啊都还有，对不对？我们要把它修让它不见，没有脾气毛病啊。有没有坐在那个供桌上的佛菩萨发脾气？不会坐在供桌上不会发脾气，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修的时候啊，也不能有脾气。就是不能有落入情绪方面的事啦，不能有，所以我们要学会啊，降服自己的妄心，那个发脾气啊，都是妄心呈现，那我们要降服它，我们呢在日常生活啊，不是被那个妄心降服啊，就是要降服妄心，那我们选择哪一个？还是要降服妄心然后才会啊回归到我们真心。那现在呢，我们对那个妄心跟真心啊，能够分辨得出来吗？可以的我们要知道说六根呢，所面对六尘产生的呢，都是妄，那个叫认识的识心啊。识心就是妄心，就是生灭的心，所以那个心啊不能拿来修道，因为它变化无常。那真心呢，就在我们万年放下，一念都不生的时候啊产生，那个真心，那个妄已经尽了，真才会显。那真心显现了，即心就即佛，那个心就是佛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对真心认识，那尽量在日常生活之中啊，都用真心。我们开始用真心的时候啊，比较会吃亏啦。可是没关系，只要你用习惯了，都用真心来待人，交的朋友都会很久，做的事啊都很牢固而且不会后悔。走路的时候啊，也不要走关右顾，没有人会害我们，对不对？对。因为我们做的都是利益众生的事不危害到众生，所以这样这个晚上睡觉都会偷笑的。可以有没有晚上睡觉偷笑都没有那可见还没有体会到那个道的殊胜，道的奥妙。真正的你体会了以后
晚上你困都给你笑啊气呀，那个才真的能够啊咀嚼那个道的味道，很殊胜啊。以往我们只有嘴巴讲一讲而已，没有实际去亲身体验。那现在我们有机缘呢，自己本身亲身体验，万年放下，然后一念不生是什么状态？真的就可以到达满心愉悦的状态，很舒服，就好像在天堂。那我们呢，这个回来，这个闲话家常一讲就半个小时。我们讲到33页的碗面，对不对？这个呢是从我们这个一念无明生三系从那个地方呢开始我们为什么会落入凡尘？就是起心动念有一念的无明然后产生3个，一个业相，一个转相，一个现象。那么这个时候业相、转相、现象都没有相，都是在空中在空中，可是已经酝酿我们已经有起心动念了，那个念头已经形成业，所以那个叫业相业力形成了，那业力形成，它慢慢转变转变真的落入有形有相。所以老师在谢谢你那个歌词里面就有讲感悟生命的因果牵续也是心念的累积，有没有？所以老师那一首歌就是把真理都融入，用最少的文字讲最多的真理，就是那一首歌那个里面全部都是讲真理。那我们能够时时刻刻去这个回光返照，时时刻刻呢去了解到它的含义，那我们可以警惕自己不再造业，那不造业就不受苦就可以解脱。所以我们就可以掌握自己未来的命运。所以我们都会讲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有没有好好掌握可能是好好去造业不知不觉又把业力又造下来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保持那个清醒的头脑能够保持就是觉。那我们觉能够呢久就是觉者一个觉者就是佛了那我们都是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就起念头一起就造业，造了业就受苦，是不是延伸下来都不知道了我们知道自己在造业吗？都不知道我们知道自己内心很骄傲吗？一定又不承认了这没嘞可是呢就是要了解到心中的那个我相很强，那个就是骄傲所以要降服这一个我没有我啦我们所认为的我就是身体的我，那身体是天地的物质，水有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都是要还给天地我们不能够拥有所以身体都一直在变化
新陈代谢，不是我们所能够掌握。那我们能够掌握，就是我们呈现在凡尘这么短暂的那个觉啊，我们就可以自己掌握，然后自己转变。很可惜啊，我们在这么短暂的这个时间之中啊，都被造化所引诱，去追求有形有相的东西。这样呢，蹉跎岁月，一下子一生就过去了。再来的时候啊，已经迷糊了，不了解啊，我们前世到底是什么？可以了解自己前世是什么吗？大概呢，我们都不知不觉了，已经呢在第10遍了。那个喝那个孟婆庄那个孟婆汤啊，忘魂汤，已经都全部忘光光了，都不知不觉。可是我们要知道说，佛性呢，它是不生不灭的，身体有生灭啊，佛性不生灭。虽然经过千生万死，佛性都不生死。那我们受苦都不知不觉，就像我们看那个那个鸡鸭他们知道他们苦吗？都不知道那我们大概也像那个一样啊，都不知道苦啊，他现在就是能够研究到这个心理心法，让我们呢能够脱离这个苦海。所以呢我们就接着从那个去年年底讲下来的那个毁灭为空啊，空毁暗中结暗为色，就是33页的那个最底下那一段，那个毁灭空啊，就是完空了，没有空中没有东西的空。那我们了解到空中的空啊，是真空，是有佛性在。那空中有佛性，就是妙有。有没有形象，就是妙有。真空妙有，就是我们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那么这一段呢，就在讲我们那个佛性本体怎么样落入现象，那个过程怎么样的形成有山河大地，然后呢有众生，然后有业果，是怎么样形成。所以呢，大的标题就讲一念无明生三系，然后境界为缘长6出。各位都有印象吗？他那个三系业相、转相跟现象，那个都还没有现象。那因为有毁灭空，因空才立世界，山河大地形成。有山河大地以后才有众生，有众生以后才有造业业果，所以世界众生跟业果，它是这样呈现。那这样呈现呢，我们就是了解不是我们一个人的能力可以去改变它，可是呢，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过程。知道怎么形成，然后我们呢，从中呢，了解了以后不犯了我们形成现象的那个因，就是种子没有。那种子没有我们回归到那个本来。那本来呢，我们的本际都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可是我们等于离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很远，就完全都不认识。因为都不认识，也不研究，所以就没有当它是存在，就已经好像不存在了。不存在就不管它。我们不管它的时候它在不在？
会不会管我们？不会啊。哦，不会才怪。为什么会管呢？因为啊，我们种的因呐，已经含在里面。既然有因呐，然后我们又一直延续着，所有一些思想，所有一些作为，所以啊，那个因啊，就慢慢的发芽，然后呢，变成了看得见的形象。那既然形象一形成啊，我们又住在形象里面，产生了喜欢讨厌。那既然有喜欢讨厌了，我们就有取舍，有取舍就有动作，有动作呢就造业。不是啊，这个行善呢就是作恶，不管是行善作恶啊，业因都已经成了，都已经形成。所以这一段呢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形成现象，那个由来，所以从呢那个毁灭空，然后啊这个空回暗中呢就结暗为色，把那个暗相结成就变成形象，所以形象的由来都是虚幻不实在。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看到的你看到我看到都同款啊，都是那个形象啊，那个就形成共业，共同的业力呀，你也这样，我也这样，就形成整个我们大地啊天气的变化。所以啊，各位就要了解到，现在天气的变化很快，对不对？所以要了解说，那个是我们的心变化了，心变化很快啊，天气的变化就跟着很快，所以有一点现在都天拢无照家己啊，因为人拢无照记，老人无照道理，这样子呢，整个都天地之间变化很快。都是我们心的变化了，所以我们只要大家都心存那个善念，都是善心，都是行善事啊，灾难呢就离我们远去了。那假如说呢都是为非作歹，一些灾难是接踵而来，一个接一个，尤其是今年2012不是灾难年吗？所以要先心理准备，今年就是灾难的那个年代，灾难很多。可是呢，灾难会随着我们的信念改变。我们大家都是在行善，它整个那一种黑气灾难的那一种黑气它就消失了，就会变成锐气，成祥都是好的。所以各位就可以回想，我们去年都没有台风，对不对？这明明要来了它还来一个向后转，转到日本去了，所以要了解到，那是我们大家都有那个善心然后改变整个天气。之前或许也不会知道说天气是随着我们心在改变会认为说干嘛呢？那有可怜好像天地的变化是天地自然，那我们只要观察的久，绝对就是这样。尤其假如说有那个节日，大家要杀生的那个节日天气预报都是好天气。可是呢，当那个那个节日一到的时候愁云惨雾的，就一定呢报不准了。那为什么？就是杀生多了，杀生多天气都产生变化。所以或许从后天庙开始就一直观察
观察到求道，然后呢研究心理心法透彻的时候啊，整个过程都这样，就是呢一定遇到杀生的时候啊，都是愁云惨雾了，都天气一定不好。不管预报在怎么样的晴朗，都会变化。各位可能都没有去观察到这方面，有没有？有啊，那还不错嘞，还能够事先知道就是要了解天气的变化，随着我们的心所以那个形象的由来，就是由从我们的妄念而来。山河大地也是从我们的真心佛性而生发。那色杂妄想想象为身，就是33列我们把它翻过来这一面那个色就是形象，那么形象呢掺杂着妄想，就是我们那个不正确的念头，那个妄想色杂妄想，然后呢我们的念头跟形象为身就呢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里面呢就是念头跟形象，是不是这样？咱这卖辛苦来对拢转念头对不？有没有？都是念头所以念头跟形象就变成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就是念头跟形象。所以佛要度众生处理生死先把念头灭掉，没有念头了，就没有生在凡尘的因那个因没有果报就不会呈现。这样了解吗？咱若无想讲要离凡世间这个出现的话，就是不要有念头，不要念头就好啦。有简单无？我们就知道那个念头是我们自己心里面起来的啦。可是要它全部没有的话还真的蛮困难没有经过长时间的那个训练那一定自然而然就冒出来那个念头自然就冒出来阻挡都阻挡不了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有一些像六祖会讲不断摆思想，六祖的不断摆思想就是我们的这些念头。那这些念头它跟我们也是很亲切那个同时存在，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所以也不用一定要去除它，我们能够善用，能够知觉就可以来了，我们知道念头来了什么念，是善念是恶念是无记不落入好不落入坏我们都会清醒知道不住相这样就可以。这样了解吗？了解不是要消灭它啦，就是呢要跟它和平相处不呢被这个妄念主宰因为我们都会被那个妄想主宰我们的行为，而且还蛮厉害的日常生活都是这样六根呢然后牵着我们四大身体在这个凡尘来做事都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的念头跟真理契不契合有没有违反真理。
然后呢，起心动念呢，是始于自私自利呢，还是想利益众生？这个呢，我们就是要了解，然后了解到以后，大方向能够掌握到大方向这样子我们本身就可以掌握到自己的整个现象，那个走向都可以掌握。所以这边呢佛就讲说我们呢念头跟形象为身，然后记言内摇，我们记了很多因缘，在完成生活的时候很多遇到的事都是因缘然后我们记就是让他们都全部集合在一起记言内摇，在自己内心里面摇动。所以在家里我们已经在家里的时候想出门去逛街那个想逛街之前经过什么阶段？就是经过记言内摇，有没有？出来佚佗，外口真好风景真好看，有没有？那个记言内摇啦，摇到尾你若无出来会安那？就是心情艰苦的我们的什么也未做就会那个样子，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记言记很多的因缘，在内心里面摇动，然后去外奔逸，去就是往要为倒位去，那个往就是去，要为倒去，为外口去，奔逸奔走放逸，就出去外口来佚佗各位有没有出去逛过街有。刚那个元宵过有没有去看元宵？没有所以我们了解说，都有那一种想热闹一下或是呢想放松的心情，那个都是去外奔逸。所以因为有去外奔逸被外境诱惑，叫我靠怪去怪去又形成下一次要出去外面的因，有那个因才会有下一次的行动。假如说没有的话你遭遇假如说都不如意你来我出来出来拢吃亏就不会想出门了所以那个奔逸就是放松心情就把整个心往外放追求呢这个形象所以佛就讲分扰扰相那一种在外面所遭遇到的事情都是分扰扰，不是清净拢无平静有平静无？所以你看你在家里坐都没事你去坐计程车就出事了对吧？那个马屁有没有出事了？今天报纸登判4年，还关4年。然后那个男的日本那个男朋友关6年，就判罪打人，伊那踮厝的坐敢袂踮厝的坐无代志对不对？就是因为出门就有代志对吧？所以我们就是要约束约束自己的身心不呢这个去外奔逸就没事了他还引起人民公愤
有没有？大家拢喊杀，过街老鼠啊！犯了众怒，为什么犯众怒？讲北财，对不对？讲谎言呐、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说，你讲北财，人上讨厌，所以整个我们这个国民都讨厌他这个不良示范，做一个演艺人员啊，不良示范，所以都公愤。所以我们就了解说，我们在修道呢，所讲的就是啊真实，很真实。那个被打的那个司机醒过来了，他也说啊，他都说老实话的话，我会原谅他了，有没有？你看我们都很善良，对不对？对不对？对。我还以为说都不苟同。我们众生呢都很善良，很可爱，可是有时候啊很可恶，有没有？讲白惨，还拢要让人死的那个警察看到那个录影啊，那个2个自行车司机啊，用那个行车记录器啊，把他那个行为全部都拍下来。那个警察看到那个影像，哎呦，这种打法是要人家死的嘞，还有什么深仇大恨啊？要打到这个样子啊？你看，所以现在到处都有监视器了。看老实的，我们老老实实修道。这个啊，4次3天都有监视器的给人监视，看看你修道有没有发脾气呀？有没有这个行善啊？所以啊，到时候我们在那个内镜台前看。那我都拢无做歹代志那，整个都呈现了我看，有没有了解到？就是要慈心，身心大悲心，在凡尘的生活就要把它拿出来用，都是用我们最诚恳的那一种诚心，跟天地一样。白天就是白天，黑夜就是黑夜。你种卜啊就生卜啊，种菜龟就生菜龟，不会乱来的啦，会不会？不会。你卜啊种生土豆，敢会？所以我们就是要学天地的那一种诚，只要以诚来待人的话，所有问题啊都会解决。那佛就讲，我们呢向外发展的话呢，就会纷扰，纷扰，都呢内心得不到平静。所以内心得不到平静呢，我们呢就是讲那个调取，那个随烦恼大有8个，第1个就是调取。那调取呢？之前有写师长把它解说，说因为我们很少用这个名词啦，所以不知道调取是什么意思。那个调取就是把心举得高高的，让它失掉了，胖起心拢胖起不安那个叫做调取。这样知道意思吗？像说我们这个现在这个买那个那个什么乐，刮刮乐，买那个彩券不是有几亿吗？对不对？然后我们心就想，现在已经上看9亿，动不动？动
不动心？哦，所以啊，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要训练啊，不动心，训练自己啊，无功不受禄，就是这个要送来给我们，不是我们应该拿的钱啊，我们就不要，要到这个程度了，那自然什么事都没有了，对不对？那个啊，诈骗集团他就没有伎俩可以施展，对不？因为我们都不贪心啦，你摕我，我迄不是我的钱啊，你摕来去，不动那个心，就没有调取啦，不会把心啊举得高高的，无你若去买咧，那个彩券已经在手上，你都一直在看那个号码啦，看看开出来号码跟我这个有没有一样？最好都是一样，是不是整个心啊都不安了？一直在期待，然后啊，开出来的时候啊，都没搞，失不失望？很失望你看心的起落有没有很大？谁造成的啊？还是自己造成的嘞所以我们都不动那个心要训练到那个钱都已经送到门前来了，不要就是不要，不是我的就是不要，要训练到这个样子。我们一生嘛，我们就想啊，一定会断气的，对不对？那我们就把它呢想象说我已经断气了，你什么代志都没啊，对不？什么事情都解决了，都没事了，没事没事。有事都很麻烦，没事没事，是最我们最轻松的生活方式啦。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外面啊都是纷扰扰相，纷纷扰扰，让我们心不安，我们就把它都清除了，清除了以后啊，心都很清净，心一清净啊，恢复到佛性本体回来，时时刻刻呢，很快快乐乐，这样不好吗？很理想我们可以做到的啊，而且又不困难，困不困难？这回答就较细声，意思就是讲我若拄着，我若要试看嘛。那佛又讲说，我们把那一种纷扰扰相以为心性，就是认为啊，这一种就是我们的心性，然后一迷为心呐，决定后为色身之内。第一个最迷惑的地方呢，就是我们决定把那个心呐，放在我们色身里面。各位天选，心在哪里？我们的心在哪里？对了，我们的心是无所不在啦，所以那个思念处的那个第三个，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心不在内，也不在外，也不住中间，还记不记得？记得。那在哪里？我们要对那个文字啊要透彻了解。为什么佛前面问这个阿难心呢为心里目今何所在？就是你的心跟你的眼睛所看到的形象它到底在哪里？
所以那个七处啊，真心处，心的地方所在，那个就是告诉我们性理心法，就是告诉我们心啊，它没有形象，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你把它固定了，心啊，它就死亡了，所以它没有固定的地方，所以虽然说不在内，不在外，不住中间，可是它毕竟也在内，也在外，也住中间，这样了解吗？了解。所以之前或许都记得，我们用了这个拍手来讲那个众缘际会各位有没有这个日常的时候训练自己一下拍手？这个拍手不是有声音吗？声音从哪里来？从右手出来吗？从左手出来吗？从空中出来吗？无音出来吗？全部都不是。到底从哪里出来？就是众缘际会它不是右手出来，可是也不离开右手。不从左手出来，也不离开左手；不从空中出来，也不离开空中；不无音出来，也是从无音出来。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所在。因为它很宽广，整个宇宙虚空全部都是。只要我们一看了。你怎么能够看到那一些字？那个礼运大同篇，怎么能够看到？是不是佛性？它就是我们的心呐，那个心就是真心，真心看到的。宽不宽广？整个空间呢，全部都是。你看头前的那个屋顶琉璃那盖得很整齐漂亮，是不是心？是不是无形无相？我们的心无形无相，无所不在，这样了解吗？了解。所以不能把它固定化，你把它固定化它就比矮很狭隘就不会宽广。所以它呢是尽虚空，然后遍法界，所以才讲说万念放下了以后，一念不生，然后我们可以进入司机而龙现，淹没而雷声，神动而天水，是不是更深入了？刚开始的时候是虾米，然后呢到达司机龙现是不是角龙？对不对？是不是长大了？所以都不一样那个程度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开始先了解佛性的轮廓，然后接着就要深入开始是直心，然后呢进入身心，然后进入大悲心，大悲心就是菩提心那已经都是本来就是本体了所以要了解到它呢无所不在，不能把它固定化，你固定了就只有一个范围了，它只有一个范围太窄了，就不是它的前提。那我们要讲它的前提是非常奥妙不可思议所以之前或者都讲，我们怎么体会不可思议呢？就是不着有，也不着空，也不着亦有亦空，也不着非有非空，然后我们就讲不出来了。它是什么状态？就是不可思议。那不可思议就是佛性本体，佛性本体就是不可思议，这样了解吗？所以往后有人问的话什么是这佛性？他说不可思议，标准答案
不能讲的，一讲了，就有所偏了。所以我们那个最上圣的佛法就是无言，没有语言啦。无言之法就是最殊胜，最高超的就是无言。那因为没有语言就不容易了解，所以以言来显说，无言之法以言来显说，用语言明显的把它说出来。它因言而入因为讲出一些语言，让我们能够进入。非即是言，不是这一些语言，而是他讲的那个内容。这样了解意思吗？了解。那我们研究就是这样，借着经典，借着修正者的所说所阐释的那个内容，然后我们按照他的那个方式来做，我们就一定可以到达，可以进入。就能够真正的超生了死。我们侯老师不是要我们超生了死吗？有没有？他真正要超生了死我们就要了解怎么样超生，生要怎么超，那死要怎么了，都要透彻知道。那我们研究身体的生死是众缘际会叫做生，众缘分散叫做死。所以身体的生死那个都是假象。真正的我们佛性没有形象，它不会生，也不会死。这样了解吗？了解。我们要对没有形象的佛性可是我们知道切实存在，存不存在？存在。要掌握，对不对？我们可以使它时时刻刻保持那个觉，可不可能？可以的让它都是觉，不会有不觉的时候了。因为不觉就是无明，无明就起后造业了，就糟糕了，底下苦海无修啦。所以不要让它不觉，多觉，多觉就对了。很容易不？不容易。我们要做的那个方向很容易掌握。什么做对？安那才会善，很容易掌握。就是不要起心动念，不要落入自私自利，这样的大方向就正确。然后多行善事累积善因缘，善因缘都充足了，我们自然障碍都消除了。所以我们为什么都这么久了？我们佛老师讲道版民国19年开始，不是大开普度了吗？到现在都经过这么久，你看看我们到现在为什么被社会都瞧不起？道理在哪里？就是在我们对道的了解不够，障碍多。那为什么没有善知识来引导？就是因为我们善因缘不足，那我们认知又错误，都在形象里面冲都是一些假名都爱偌济都偌济，为了那一些名跟相，拼个读个专儒有没有？认为功大德大，有没有？所以六祖就明确讲，见性是功，平等是德。我们要见性才有功，然后要平等才有德。平等那个功德是从佛性本体来的，不是从形象来的啦。所以不要认为说我呢都去
外国东南亚多几来千个几来万个功德足大，那个都是跟众生结缘啦，都是疗一疗自己业障啦，有什么功德？你所度的人，你所点的人都成佛成道了吗？没有啊，所以袂使自大，袂使骄傲。或者都讲啊，我们既然落入凡尘，就不要摇摆了，拢爱受苦了。那我们既然领悟了，这么多众生都苦害无受啊，袂使骄傲，爱甲因度互因成佛。所以做都袂赴啊，佫会骄傲，所以嘛袂使摇摆。这样正不正确？正确。我们就是要这个样子，没有骄傲的本钱呐，都没有，就是要努力，能够呢，使众生都能够进入修道的轨道。我们自己确不确定自己已经进入修道的轨道？确定。那还不错了，起码对自己有信心不然呢，很多人都不修啊。讲你可以成道成佛嘞，伊反问讲，敢有法度？所以我们听到这个话无力啊，力道都消失了所以我们研究的方向，成佛是谁在成的啊？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那我们都已经认识了啊，万年放下一念不生。虽然那个时候小虾米，可是现在慢慢长大了啊，有没有长大？有。都慢慢长大了，对不对？虽然还没有变成蛟龙啊，可是已经都不是小虾米了，对不对？对。还不愿意让它长大吗？要使那个小虾米长大变蛟龙，所以到时候司机龙现，就是司机就是安静的居住在家里，那龙现就是神通万物，就是你的整个佛性本体跟整个宇宙虚空都是合在一起，那个叫龙现。我们都可以达到的，只要肯努力都可以达到，不要一天到晚被那个造化引诱，去逛街，然后呢投入去这个完成的那一些污垢方面的事，这样就好了，可是因为我们都习惯性已经太久了，那个凡尘事说不参与卡手真喵，都会这个参与其中好像我们都是50出生的，还记得吗？或者之前在后天庙有研究那一些七魄3分7魄，那你在50出生的人他自己的事情放着不要管，别人的事没有管，他很难过了。那个就是50出生的，我们有没有？看看我们看看周遭谁这个家己的代志，别个拢唔做别人的代志无管足艰苦的。那一种都是所以这个50出生自然的倾向那假如说我们是50出生，要去管别人，你就要告诫自己，别再管这样就可以改过来了，对不对？就要告诉自己，他有功德也不分给我，他有罪过我也不用去管他，这样最理想的，对不对？
就是要这样。伊是伊的代志，我是我的代志，随时检点身心事啊，哪有功夫说他人？洪佛老师说的啊，都是这样。那我们呢，了解，我们都是迷惑，把心啊决定了，在色身之内，那佛就讲，不知身色啊，外际山河虚空大地，闲事呢妙明真心中物，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不知道就是不研究啦，不研究所以不知道。我们的身以及外面的形象，身色，以及外面啊山河大地，虚空大地，闲事啊，就是全部都是啊，妙明啊，真心中物，我们的身的四大假合所有宏图，外面啊山河大地的那一些形象。全部啊都是真心所生发，妙呢就是不变之体，明呢就是随缘之用，所以有体啊有用，都是呢我们佛性里面的东西呀，真心中物，这样了解吗？所以万物身心啊本来一体，万物跟我们的身心啊。都是一体的，所以就不用分别。那我们证悟到不分别的时候啊，就是成佛成道。那我们还很强烈的分别啊，就是众生，我们都还是众生啊，所以分别心要越来越淡薄，越没有分别，没有分别啊。我们那个心中的那个喜欢讨厌啊，就越来越少，那喜欢讨厌越少了，取舍的心啊，就越淡薄，就越没有，没有取舍就不造业了，不造业啊就不受苦了，所以或许在讲啊，都是，是不是都反路一样？各个购马龙家对不对？所以我们了解说，真理的部分就是这个样子。再怎么讲啊，它都不会变化。它会变化的那个都生灭啊。它生灭的我们就不要追求，追求生灭呢，会让我们很疲倦，也安尼就忝的。那我们追求呢，不生不灭呢，就不会。所以佛呢又做比喻啊，譬如澄清的百千大海，弃之。那个百千大海就是咱的佛性本体，咱改单一散，弃之不要。为任呢一浮鸥体，那个浮鸥啊，就是那个海泡、海浪引起来的泡泡，好像我们那个肥皂水啊，肥皂呢那个一泡到水以后就起泡泡，有没有？那个泡泡呢就叫浮鸥体，浮鸥，那个一抽呢它就破了，对不对？所以佛就说我们众生是在高公百千大海不要，干了任一浮鸥体，然后目为前草，那个目就是目标，就是认为啦，那个一个海浪的泡泡，认为就是我们佛性的前提，穷尽盈薄，盈呢就是大海，薄就是小海，穷尽大海小海，一点点咱拢改当作金的。就是讲我们身体身体很小嘛，可是我们都认为佛性呢在身体里面，所以那个是错误的认识啦，这样呢就不对了，那么汝等即是迷中悖人，
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你们在听的这一些程度比较不高的啊，就是啊迷中悖了，在迷昧的里面啊，又加一倍的迷呀，一倍加一倍的迷，我们忘了起心动念都已经忘了，在那个妄念里面去分别好，分别坏，那个就叫悖，悖人，迷中悖人，又加一倍的沉迷，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佛说我们众生呢都不用智慧了，拢伫个现象内底迷惑。那么如我垂手啊，等无差别，好像呢释迦牟尼佛手啊垂下来，跟手啊举上去这样是平等，没有差别，不是说手举上去叫做正，然后呢手垂下来叫做倒，我们不是有说手举上去叫正吗？然后垂下来叫倒，有没有？阿佛就讲答案了。那个时候阿难呢问阿难，说了这个双手一垂下来是正还是倒？阿难因为时常被释迦牟尼佛当头棒喝他说世间人说此为倒，而我不知是正是倒，有没有？他被那个释迦牟尼佛骂，所以说世间人拿世间人来垫底然后佛就顺着他的意思说世间人这样说倒，那世间人怎么样说正？阿难说如来把手指上天空就叫正，佛还很听话，还真的两只手就举到上面去的所以这个地方才讲答案说如我垂手等无差别，手没有一定的正，没有一定的倒，没有正倒了，我们的手没有正没有倒，这样了解吗？袂使改定讲你手伸来就倒，手夹起来就正你假如说是这样的话，那已经迷昧了，还加一倍迷，迷中悖了。所以等无差别，就是垂下来跟举上去它是平等，没有差别，等无差别。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佛在讲很粗啦浅，加粗浅啦无深。那么如来说为可怜悯者，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那个观点，说呢举上去叫正，垂下来叫倒，所以如来就讲恁才有够可怜说众生可怜悯就是都不用智慧。那么阿难成佛悲救生悔这个阿难呢承受释迦牟尼佛能够慈悲能够这个救要救他脱离苦海，深深的教诲然后呢吹气擦手就是呢掉眼泪无声掉眼泪叫气有声的叫哭哭了就是有声音气就是目屎在流无声啦，这样了解意思吗？吹气然后擦手那个就是行礼敬礼，而白佛言表白他心中的意思。我虽成佛如是妙音说我阿难虽然成佛这样的妙音就是大乘佛法这个悟妙明心严守圆满这个呢领悟
那个妙明心，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已经领悟啊，那个妙明心，已经呢圆就是本来圆手圆满，本来呢它就圆满，常住啊心地，就是我们的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那个妙明，妙呢不变之体，明呢随缘之用，我们那个真心啊，那个体用啊都呈现，而且都圆满，而且常住啊心地，这个呢导师啊讲出来都符合真理。而我悟佛啊现说法音，但是我现在啊领悟佛现在所说的这一些法音呐，现于眼心呐，引手瞻仰，所以问题就出在这里，那个阿难啊用眼心啊来听法，那用眼心听法，这个法就变眼啦，就变生灭。本来是殊胜的佛法，替我用眼心来听的话，那个殊胜就不见了。这样了解吗？所以未得法性，没有得到呢，那个法性，所以阿难呢表明啊，他用眼心啊引手瞻仰，就是来这个听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那么突破此心啊，未敢认为本源心地，这个突破啊，就是没有付出劳力啊，然后得到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所以突破此心。那么未敢认为啊，唔敢改定啊，那个就是我的本源心地啊。就是我的本来心，就是佛性本体。那么愿佛哀悯啊，先是原因，所以希望佛能够呢，哀悯啊这个众生啊，能够先是啊，那个圆融的那个因身，这个原因啊，圆满的因身啊，最难讲，很不容易啊。讲，因为我们话一出来都有缺点呐，都可以攻击，所以要圆满很不容易啊，比如说我们在吃饭都加好大这个圆不圆呢？咱加会饱嘛？所以即马是有啦，即马食饱，但是等下个枵啊爱搁食嘛你食好饱有法度无？真是无法度所以这个因就不圆了。然后这个小孩子啊，我们养育小孩子在这个大号的时候，都放好清气耶。放会清气袂？所以我们就知道生活之中啊，所有的讲出来要给它圆满真的很困难的都会有缺点所以就是要了解到那个先是原因是阿难有智慧，讲你都要讲好伊唔能讲迄个无语的我听所以这个是很有智慧的请求把我移根呢归无上道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有疑呀有怀疑的话，就没有办法呢到达那个最上圣的佛法，就呢回不到呢本位。所以呢，一定要把疑根呢拔掉才可以到达呢这个无上道。各位先生，这个还有不到半个小时啦。那假如说各位问题多的话呢，
就要留给各位提问。那假如说问题不多，我们再讲。要不要问啊？要问的话我们现在就开始，还有25分钟给各位提问。李讲师这边有学姐在问说，后学最近常感觉耳朵口有东西在动，但是摸又摸不到，照镜又看不到，这是虚幻吗？还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心里感觉怪怪的，要如何破除？这个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在这个修持的过程之中呢，会遇到很多呢那一种自己想都想不到的一些事情。那要知道呢，有一些是属于我们累世之间的因果呈现那有一些呢是我们自己的那个疑心生出来疑心会产生现象。那我们的业它也一样会产生现象。所以现象的来源导致蛮多了。那我们要知道说在做一门功夫的时候它最可贵就是专一。那专一的时候就是有什么样的突发状况你都不要去理它，不要这个转换心意。这样呢，我们那个修持的法门功夫才能够深入，才能够呈现才真的有效了。不要说我在做什么什么，然后会遇到什么什么，那个心都已经就是没有专一了。毛病就出在没有专一。其实都没事了。各位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可以试验啦。咱拢皮肤捌上对无？拢唔捌啦。我想讲拢无人甲我验。那当我们这个皮肤痒的时候，我们是要去抓，对不对？那个叫自然反射作用可是你信念知道皮肤痒，哪个地方痒，你就信念它身体本来就是假的，哪有痒不痒？然后你再看它的变化，一下下不很久那个痒消失的无影无踪，不痒了。你也不去白收走一道。各位就是要了解到，很多呢都是会这一种现象，叫是什么错觉。那我们产生错觉的那个情形就是因为我们神散，我们的精神没有集中很分散。它很分散呢，遭遇的事情就变得很多，我们就会变得心很缓那假如说你能够笃定的话，什么也没有那你身体的呈现什么现象，你也都可以迎刃而解，本来就没事。这样了解吗？各位可以试验看看。那等你上你有想看吗？你要告诉自己，身体是假的。你是痒不会真的，不是真的痒，对吧？可是假如说你的意志不强，
一定会被他拉，进来搞我白白，一定会被他拉走。啊，你假如说意志很强，假的，不要多久了，它就消失了，因为真的是假的。还有吗？只有一个问题啊，还有20分钟哦。有疑必问哦，把我疑根呢才能够归无上道哦，有疑就不能归无上道了，所以有疑就要问。不敢站起来讲也没关系，写一写哦，请超时的念，超时很乐意服务，有没有？不用哦，惊人笑啦。我们不敢问，都是说，我问这唔知人搞我笑。有没有人要问啊？好，请说。请问有讲是那个《道德经》里，你有说那个从根起妄，然后返妄归真是没有形象，但是从体起用，在那个用在归体，这是形象非常鲜明，那后选是天得神动。想请问说，从根起妄跟从体起用差别在哪里？请问讲师说明，谢谢。好，请说。这个我们要了解到在凡尘呢这个从真起妄，就有12类生。那返妄归真呢，只有10个类生啦。因为那个肉非有色，肉非无色啊，是我们佛性的本源本来，它就是呢真如正智，所以呢返妄归真以后啊，这2个它就归位，所以只有10个。我们看呢《金刚经》啊，那个12类生里面啊，它就没有这两个肉非有色，肉非无色。这2个没有，只有10个，只有10类生啊。那我们要了解到说，从真起妄，真呢就是我们佛性本体，然后起妄，那个妄是佛性的功能作用，然后我们摄妄归真，收摄那个妄，又回归到我们佛性本体回来。那或许说用文字不容易明白，可是呢，我们用比喻就很容易。